你这手表买多久了？18年买的，那还不扔掉？又没钱买新的，这有什么用吗？还得看时间。你没有手机吗？我还以为你问这个要给我买个新手表呢，正好出了一个 Apple Watch 10呢。那你到底要新手表还是新手机呢？那不是一套的吗？我给你一套军体拳。我当时买的时候是3800，现在出了第10代还是3000多。表也没啥用是吧？那你把那个30万的表送我，我带那个表。你戴不了，为什么？你戴试试。iPhone 16，咋带不了啊？你看你能不能戴？刚好。完美尺寸，看见没？完美尺寸，为我量身定制的尺寸。行。好重啊！等你跟我在一起10年之后，这个就传给你。沉甸甸。好重啊，真的好重。这是一栋房子，能不重吗？哪有一辆车？房子也有，惠州那你房子。看哪里的房？这都是金。玫瑰金，我也不知道，它都划了呀。它不是黄金。它不是黄金，哪有黄金表？黄金表得多土啊！这个东西是干嘛的？不是，我说这个环儿。这时间都不对，这破表都没电了。这表人家不是电，人这是机动能，你必须得专门买一个，就是来回晃悠，然后它就有电，就是有动力。就是噱头。什么噱头啊？人哥，哎呀，推进去啊。边推边拧。那个破表这么麻烦，还没我那个表利索。衣服很配你，这衣服领子太大了。这衣服领子就是这衣服适合睡觉穿，但是衣服领子太大了，穿出去就不太好。你定水了吗？磨呀。昨晚就让你定，知道了。晚上没水喝了。你买2瓶，或者去我车里拿一箱过来，省得买。车钥匙就行。晚点。这个好凉快，这个门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不开？可能不凉快。你就现在去拿吧。现在不去，有点冲突。穿啥都好看，以后还会一直留深圳吗？是的，我就在深圳，我这在深圳安家了，这都，就一直在深圳。我家人都被我接到深圳周边了，所以就以后就一直在深圳。我这样坐着有肚子，但我手机得充电。
那个小胖胖，小胖胖，拉屎呢？那这好烦。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夸我帅啊？美颜关了，我看美颜关了是什么样。来，咱们把美颜关了。美颜关了，这是美颜关了。美颜关了是这样，啊，关了自然，那关了这黑，它光显黑，这是关了美颜。因为它有美颜，它有滤镜，然后它就那啥，它就那个画面就显得干净和白。这俩就这样。其实因为我美颜就是我美颜其实就是那啥，我不调那个太夸张。帅的，我们今天还得讲故事呢，咱们这个9点半开始讲故事，好吧？9点半开始讲故事，然后之后呢，就是大家给我讲故事，然后就是跟我连线讲故事，然后连线讲故事的我有奖品，好吧？主题是啥？就聊情感，咱们主要聊情感，咱们就是聊情感。然后跟我连线的，我会送这个同款的衣服，这衣服我有好多件，然后都是新的，没卖的，然后都给大家就是送一送。好烦，情感很失败，就是要听失败啊！爱上了个直男，那这种我不听，很无聊的，爱上直男很无聊。我把窗户关一关，要不然有那个噪音。爱上直男很无聊的。爱上姐夫，都快10年了还没掰弯，那恭喜你，你爱上的真是直男。这是喜欢直男，咱不懂，不懂为什么要喜欢直男。直播距离太近了啊？什么？韩寒？韩寒说什么？春野的第一部短剧就在看，C，他想过去玩，想，花什么时候开始？9点半吧，咱们再等一等，咱们就直播
一开始直播就讲故事，然后人不是太多，咱们就是等一等其他的人，好不好？恋爱肥，你说我肥呀？你说我胖了是不是？发现你在剧里最耐看，你看到第几部了？江天，你看到第几部？我的头发怎么变成有一点点白，然后又染了，所以就是变成这样。第3部，什么第3？我江天，你看到那个，等你回家啊？那你看小茉莉了吗？小茉莉看了是不是啊？那你喜欢小茉莉的我还是跟我回家的我？我就想看看你更喜欢哪个我？小茉莉的我和跟我回家的我，你更喜欢哪一个？跟你回家，那你可能偏一是不是？江天你是偏一是吧？你在感情里你是偏一对吧？小茉莉死了，是小茉莉死了。本人叫周明磊，不，本人我姓范，本人姓范。小茉莉在那个 B 站啊 ，B 站小鱼儿。我觉得喜欢跟我回家里的我，一般都是喜欢0吧，0才会喜欢那个我，对不对啊？你那个时候外表反而像直男，啥时候像直男？我不像直男吧？特写怼脸哭，那你没发现我特写就是皮肤太差了？跟我回家的时候我还长痘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现在有这个长痘的困扰啊？我不知道现在直播间里有没有长痘的困扰。我真的是跟我回家拍完之后我就不长痘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不长痘的。我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不长痘是因为我后来我听那个网上说那个用那个卸妆水洗脸，然后我就用卸妆水洗了一段时间脸，大概就是1-2个月吧。洗完以后，然后卸妆水洗脸它是非常伤皮肤的，然后就是就是那个洗着，然后你就觉得角质层特别薄。然后，但是从此以后就是你不长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不长痘了。我之前我还是就是冒痘，然后就偶尔长粉刺之类的，我现在不长了，就特神奇。用牛奶洗，不是按照我的理解，我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是那个卸妆水它把油脂都给那个就是分解掉了，就是你油脂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后期为什么没有油脂了，我也不太清楚。皮肤敏感嘛，现在就比较敏感。就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晒了一下，然后脸就会很红，对，是敏感的。所以就是看你想要什么。你要想要没有痘，那你就是用洗面奶去洗就好了。不是那个卸妆水去洗脸就好了。对，角质层薄了，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就是你要追求就是没有痘，可以试一试啊。如果说好用的话，你们就跟我说。但是真的会有一些代价，就是你的皮肤稍微敏感了一些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就是，比如说你热的时候，然后你的脸就会发红之前不会。真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控制出油，我也不懂，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长了，完全不长了，就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有没有新剧要？没有，
最近没有投资人，我们就不会拍。到年纪了，到年纪也有可能，到年纪也有可能，包括就是，就是到年纪了，说起来挺心酸的。对，是这样的，确实觉得到年纪了，哎，现在我再也演不了那些就是作灵了。你现在让我演作灵，我都得被骂死。跟我回家30万，啊，芝麻50万，啊，这基本上是50万左右，啊。想吃图图的臭黑袜，臭黑蛙，还有臭黑袜，霞姐，你想吃袜子是不是？芝麻毕竟2部，不是芝麻1部是50万，成本那么高，那必然的呀，因为你得请人，你得请人拍呀，人工主要就是在人工啊、场地啊、设备啊，这些都是，小茉莉应该高一些，小茉莉不高，小茉莉所有的这个，小茉莉算是理应说是最高的，但是因为小茉莉都是取景都是在我这几个酒吧里边，所以就没有什么取景，再加上就是演员的费用也没有，小茉莉会有一种质感更好的感觉，小茉莉的拍摄手法不一样，带盐味的臭黑蛙，带盐味的臭黑蛙，到底是袜还是蛙？你打清楚那个霞姐。你想吃那个这袜子啊？你想吃袜子？霞姐土鸡蛋批发，哎呀，然后还喜欢那个带盐味的，带盐味是就是嗦着有滋味是吗？又臭又咸的感觉是不是？嗦着小滋水啊，是这样啊，臭香的啊，还咸滋儿的鲜灵的啊，有汗味儿，我是没有汗味儿的人，就我不爱出汗，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出汗啊，我不爱出汗，就不爱出汗，很可怕那个画面，没什么可怕的，你知道我亲哥啊，我亲哥小的时候爱舔这个衣服，他就爱舔这个衣服，他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舔这个衣服，舔衣领子，就是他大概我记忆当中7、8岁吧，他还在舔，就是在舔这个衣服。我妈说他是从小就爱舔这个衣服，也觉得很奇怪啊。对，他爱舔衣服，衣服是衣服，袜子吧，口感差不多，我觉得口感差不多。你是染头发染了，再加上白头发也多。味道差远了，口感，我说口感，还有3分钟啊，咱们讲故事，三分钟咱们讲故事啊，那我采访一下啊，真有劲儿，那是啥呀？知道你的快递。啊，那个橘子糖，你打开，咱俩尝一下。
这门锁咋回事啊？你得开了怎么关？孔，它就是有风。它得手动往回拉一下。张佑维谁呀、拿你手机搜一下喜剧什么什么人。同志们，把你们的癖好，不是我想采访一下，就是喜欢黑袜的请扣1，喜欢白袜的请扣2，喜欢黑袜的请扣1，喜欢白袜的请扣2，喜欢黑袜的请扣1，喜欢白袜的请扣2，黑白都可以，只能选一个啊。喜欢黑袜的请扣1，喜欢白袜的请扣2。哎，1加2都喜欢。啊，还是白袜比较多。啊，好，那我大概知道。喜欢黑袜的就是玩的比较重口，喜欢白袜的还属于就在圈子里那个初期。你们品，你们仔细品。啊，藏蓝色也可以，哎呀妈，咋打不开呢？藏蓝色，这是老头吧？对呀，老头儿喜欢穿藏蓝色。老头味儿。对。这苹果丢了，冻得那么久。丢了。宝宝，这个可不能吃，你这个你吃不了，太贵了，太好吃了，你吃不了。不好吃啊。你尝一个。它不是糖，它就是小金桔，还有一点甘草味儿。怎么买那么多好像是一份啊。？5包哎。一份5包嘛。会不好吃啊？要10斤橘才好吃。这啥呀？鱼啊。哦，给他拿一个。拿它就2、3条了。我给他拿一个。可爱吃，里面有那个哎呀，还挺爱吃。可爱吃。不好吃，不好吃，大家避雷啊！不好吃。网上有这个什么那个，就是它这类似于金桔，然后上面写着就是说吃它可以就是让男人越来越好，咱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好法，反正我就说，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那个啊，就是口气清新，对。然后我就买了，这太甜了，又甜，然后又有点中草的那个味儿。不好吃，好甜，齁。对，齁的慌。这个大家避坑。好难吃。齁甜。这个一般人可吃不了，这个甜的。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来吧，给大家讲故事。哎，这么多包，能够退货吗？不要吧，它这是一份儿。它应该是有试吃的呀。这是一份多少钱？不记得了，我买东西我也不看价格。肯定贵。退了呗，等你下播的时候，我给你整。这不好吃。那个试吃可难吃了。齁。过了30，不喜欢吃很甜的东西，
过了30，其实就我过了31岁，我就会喜欢什么植物的味道。那我怎么也喜欢？你变老。我喜欢怎么是变老呢？你就是有点变老。就是我的身体变老了。你是一天傻吃年睡的。不是你吗？给大家讲故事啊。好的。咱们今天讲完故事，然后要跟大家连线的，然后要听大家讲故事。你去把这个衣服没开封的给我拿出来，我要送一送。那件绿的不送吗？不送，送我身上同款。就在那个箱子上面。3L。无所谓啊，你就拿过来一个就好。不看码数吗？看啥码数？这款是那个蜡笔小，不是。是蜡笔小新。这是樱桃小丸子，然后跟我这个身上基本上是同一款。就是它就图案不一样，我这个是那个跳虎，然后到时候跟我连线的我就送一送，然后咱们就是送出3个啊，前3个跟我连线的咱们送这个短袖，然后尺码这个是3XL，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咱们就还有2件，我记得还有2件。对，这个是拆封的是这样。放旁边。这是3XL，可能就有一点点大，来吧。图图是深圳人，我不是深圳人。我不是深圳人，但是我现在在深圳生活。好的，讲故事，现在大家可以选择啊，想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要讲4个小男孩，然后让大家自己选是想听哪个小男孩。有湖州小男孩，天津小男孩，济南小男孩，还有一个成都小男孩。对，这4个小男孩大家听，就是看听好了，你们想听哪个小男孩？来。山东大叔喜欢小鲜肉，成都小男孩，济南小男孩，湖州小男孩，天津小男孩，你们想听哪个？反正都是小男孩。好，济南比较多。好，咱们就讲济南小男孩啊。济南小男孩我讲过无数次了，如果说你听过的，就咱们就是慢慢听啊。济南小男孩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就济南小男孩，他虽然说，是济南小男孩，但是他其实，如果说按照电视剧来讲的话，他是，就是中途他才出现的一个主人公，啊，真实不？完全真实啊！我为什么真实呢？因为大家知道我就是喜欢小男孩。如果说我某一天我要给大家讲我跟大叔的故事，那一定是假的，因为我不喜欢大叔。来，我们讲啊，就是。讲到济南小男孩的话，一定要讲到一个关键的人物，叫大壮，啊，关键的人物叫大壮。大壮呢，就相当于前面的女主角，然后济南小男孩是后边的女主角啊。首先我忘了是在哪一年，反正就是在23岁吧，我应该是2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没对，肯定是没直播。我是15年直播，应该是在23年左右，22年左右，反正就是当时啊，我是18年进的圈，然后经过了3-5年的一个洗礼，其实对这个圈子啊有一些了解，但是呢，同时也经历了一些事儿，就觉得挺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找个老实人在一起啊，我不知道你们处于入圈的什么阶段，我当时就是想找一个
自己没那么喜欢，然后但是这个人素质比较高，然后就是怎么样，然后你就想跟他在一起平淡的生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我曾经有过，然后我就在网上遇到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见面了。在见面之前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我就毅然决然跟他见面了。见面之后，没想到，因为他是沈阳人，然后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那个家就属于很久都没有人住过了。然后我们搬进去的话，然后我就开始收拾，收拾完之后，因为是冬天，因为那个房子平时没有人住，是让他们家里当库房的，所以冬天他们北方冬天是要交取暖费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住进去，我就交个取暖费吧，我就把我身上的钱，那个时候没多少钱，23岁可能兜里就是3、4千块钱。然后当时他妈妈还知道我去了那个地方，然后要住他家的房子，所以我就说，我就把银行卡给他了，我兜里自己留了几百块钱，200左右的现金。我就说，那我住你家房子，取暖费我来交吧，就这样，我把这个银行卡就给他了，我告诉他银行密码，然后让他拿剩下的钱，给他家里买点水果，因为他说他家里出了点事，他要回去。就这样，这个人拿完银行卡以后就消失了，拿完银行卡就消失了。然后呢，我逐渐的把钱花完了，他也没回来。后来走投无路了，然后我就在网上，我就在那块儿，就是跟身边的朋友我就说这个事儿，身边的朋友就说你回来吧，50块钱，因为那个时候的车票也便宜，还是现在也便宜，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好像就50块钱从沈阳就能到哈尔滨。他说你50块钱你总该有吧，你就回来吧。但是我这个人其实特别倔，我就觉得说，他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因为我住在他家里啊，对不对？我就觉得他不可能跑，他就算跑，他跑一段时间他也肯定有点回来，我肯定能抓着他之类的，你抓不着。然后后来我这人就是倔，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后来我就手里都没钱了，然后我在网上跟那个就是别人抱怨完以后，我还在那块玩游戏呢。那个时候玩那个好像是看那个看电影，在网吧里看电影。然后就后来就是到时间了，我就下之前，然后有个人就跟我聊天，他这个人叫大壮啊，他是一个网友，多年前我们就聊过天，但是我对他没印象。他跟我说他是多年前咱俩聊过天，后来我就给大壮留了个那个没留电话还，当时我那个手机是能上手机 QQ 的，我就下播了。下播了以后，我就饿了一晚上，因为没钱了，就已经到最后的钱都凑不出来了，没钱了，我这没吃饭。然后我当天晚上早早就睡了，然后屋子还特别冷。第二天醒来又饿又冷，12点多，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我还记得外边阳光很好，但是刚下过雪，但阳光很好，下过雪，然后阳光也好，显得很刺眼。然后我就醒了呀，就等于饿醒的。我这没办法呀。然后后来我就有人 QQ 上就跟我说话，我一看是大壮，然后他说能留个电话吗？我就说留个电话，结果他就打过来了，他就说哎你干嘛呢？我说那个躺着呢。然后因为我情绪不高啊，所以就是没跟他说什么，我就不说了。后来我就就是我就自己在那块反思这段时间的事儿，就特别丧。然后我就说，哎，这个节骨眼谁也帮不了你，你连你吃饭都成问题了。我说你得努力的往下走啊。我突然一想，我说谁也不能帮你，但是眼前一个人就能帮你，但是你拒绝人家了。我就想到，哎，大壮，
大壮能帮我。大壮正跟我聊天呢，是我不想跟人聊天。这就是老天给我的一次机会啊！那我赶紧抓住吧，我就赶紧给大壮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在干嘛？他说啊，没啥事儿，来沈阳这边，然后溜达。我说你在沈阳？我说我也在沈阳。他说那你吃饭了吗？我说没吃。他说那一起吃点儿。我说好。然后我们就约在了，因为我当时记得我住在沈北区的重工街，有没有沈阳的朋友？叫沈北的重工街。然后我要去太原街，我就得坐公交，然后呢，没钱，怎么坐公交啊？我走路我又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手机又没有导航，你总不能拿地图去吧？后来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在收拾那个房子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一个存钱罐，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封闭的存钱罐，它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泡酒的那种大玻璃桶，然后里边放了很多硬币。我就在那个玻璃桶里边找了很多1块和5毛的，好像是全是5毛的，还都是铜的那个5毛的硬币，我就大概找了8、9个左右，我就拿着一些硬币，然后就坐公交去了。我就到了太原街，以后，然后他说那你找个餐厅，你在那等我。结果我就在太原街的那个是什么地方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在太原街的那个后街里边，然后找到了一个煎饺店，我就坐进去了。就是虽然说这个阳光挺好的，但是冬天还是很冷。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等他，就觉得非常暖和。人生23岁的时候啊，就很落魄的一段经历。然后我就在那等他的时候，就是我就又陷入了沉思嘛，就觉得好像是人生的一个劫，或者说一场梦一样，怎么会把自己日子过成这样啊？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想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人从窗前走过，然后紧接着他进来了。进来以后，我抬头一看，一个穿着黑色貂大衣的一个个不高的，然后戴着眼镜，看着挺白的一个小胖子。这个人就是大壮。他是他就是有他因为他是辽阳人，他有浓重的口音，他就说你来很久了之类的。我说是。然后他说那点吃的吧。就这样，我就迫不及待的我就点了，然后就吃完了。吃完就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很暖吧，就是那顿饭吃的很饱很暖，吃不出它的美味，但是很饱很暖。吃完之后，他就问我说怎么来沈阳了，我就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他。他听了以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呢？我说我还是不甘心，我说我没被骗过，我只是第一次被这么明目张胆的骗，而且我就在他家里，我就不相信他这个家都不要了。他听了以后，他说要我陪他去溜达溜达。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回家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起身买单。买单之前他就是从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支付宝、微信什么的，他给了我500块钱，5张红色的100元大钞，他给了我，然后他去买单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无论你怎么选择，你是回哈尔滨还是继续等，你手里得有钱。他说你手里必须得有钱。
给了我500，然后我连推脱都没推脱，因为你到了那个节骨眼了，然后有人给，然后你就抬不起头来，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感动，是一种惭愧，一种反正就特没面子。但是人家给你了，然后你就真的需要这个钱，所以你就低着头，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就往出走嘛，往出走，然后我记得那天就是太阳很大，然后又刚下完雪，那雪很厚，但是因为太阳的缘故，那个雪还有一点点化的，就是化了，对，还有一点点化了。然后记得房檐上就是有那种滴答滴答滴答的那个化的那个冰水，然后路上也有点滑，然后又有太阳，然后眼睛就睁不开的感觉。然后我俩往相反的方向，我去坐公交，他往那边走，我俩就整个的相反的方向。然后就要离开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特不好受，我就回头看了一眼他，然后看了一眼他，我就喊了一声，我就说小大夫在这，我就不演绎了啊。小大夫在这，我就不演绎了，反正我就喊他，然后他回头，我就在那块喊，我说我陪你逛一逛，我陪你玩，就是陪你去玩吧。就这样，我就跑向他的方向，然后他就跟他回酒店了。回酒店以后，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来，他说他来这边玩，然后买东西，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买什么大概的意思啊？然后他说他要买衣服，我说确实你这个年纪穿貂还蛮奇怪的，然后我就说你好像不像年轻人的这个打扮，他说那你跟我去买，就这样我就跟他去买衣服去了，把他那个貂给换下来。大壮多大年纪？大壮比我大2岁，但是呢，他可能就是因为穿貂的样子，可能就深入人心，我就觉得他比我大一些，但是他个子比我矮很多。然后我就去陪他去买衣服。当时其实我最喜欢的品牌叫真维斯，真维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当然没有，他那边就真维斯，太原街好像是有一家真维斯，但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式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去以纯去买衣服，买了裤子，买了里边的小衫儿，我们叫小衫儿，然后买了当年是第1年流行那种轻羽绒服，就是轻羽绒服就是优衣库的那种，就特别薄的，然后那种就是可以就是装在袋子里的那个羽绒服，那个是好像是第1年出现这种款，然后买了这个，我就给他挑了一身，然后他就跟那个导购员说，他说我这一身同样的，你帮我找一下他的尺码，你再给我来一身。我就看着他，我就挺意外的，我说干嘛？他说你帮我买，我送你一套。就这样，就是他又送了我一套衣服，就是他买的什么就给了我同样买了一套，一模一样的。就我忘了当时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俩人就是关系就升温了。回那个酒店里边，然后俩人把衣服全换上，然后站在镜子前，在那块臭美。23岁真的就是一下就能忘记所有的烦恼，因为有人对你好。后来他就又给了我一个手机，
他说，因为他用的好像是苹果几我忘了，应该是苹果5左右。然后他有一个好像是联想的一个智能手机，然后他就说这个给你用吧，因为我当时用的是诺基亚那个最基本款，就是诺基亚那个还是那个灰屏呢，还不是彩屏。然后诺基亚那个看那个手机 QQ 都得是那种短信形式的那种。他说你这个手机太破了，他说我这个智能机给你吧。我说这个很贵吧？他说不贵，他说是买这个苹果手机送的一个酷派还是联想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特别杂的一个品牌。然后他说这个是那个买这个手机送的，他说你就用吧，我也不用，就这样，就是他又送了我一个手机。具体这里我记不清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俩就确定恋爱关系了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俩就确定关系了。我现在想想，因为他肯定是有细节的，但是就是我俩确定关系了。确定关系以后，然后我还拿着智能手机，然后还用上了那个，就是发了一个那个朋友圈发了一个朋友圈对，后来我俩就说，哎，在一起生活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俩啥都没发生，但是这不知道为什么就年纪小，真的年纪小，然后他就说去在一起生活。我说那咱们找一个南方城市吧。然后他说找哪个城市？他说那个哪个城市他都可以，因为他会厨师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当时也做过服务员，我俩就可以找一个饭店去打工，他在后厨，我在前厅，一起生活嘛。我就说那咱们去成都吧，然后就这样，我们就打算去成都。后来又觉得成都有点远，说去一个附近的南方城市，我们就说那去济南吧。在我的那个印象里边，我就觉得济南像南方城市，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是去济南吧。对，去济南吧，去济南。然后他说那行，他说那行，但是呢，他得回家取点钱。他说出门在外得需要钱，他现在手里没多少钱，他从家里拿一点，然后再过来。然后他紧接着说，他说，你先去济南，先把房子租了，然后看差不多了，然后他再过去。是这样，他就让我先去济南，把房子租了，然后他也取好钱了，然后他就可以过来了。我说那也行，就这样。当时他好像还带个笔记本电脑，然后那个笔记本电脑，他说你拿着在路上没意思，你可以玩电脑。就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你知道特别神奇的，就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确定关系，他给我拿钱让我去济南租房子，然后又把他的笔记本电脑给我，又买车票又去济南。整个的过程我们没发生关系，也没有亲密的关系，就因为一句是对象了，所以他就完全信任我，我也完全信任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是他信任我是空手套白狼。所以就现在想想真的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感，我现在想想都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细节我忘了，但是现在想想这种感情太不可思议了啊！就这样，
他就回了朝阳，然后回家拿钱去。我呢，就回那个就是被骗的那个房子里边，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后来我就想要不要买一袋水泥，然后把那个房间里就是全泼上水泥，泼上就是让他就是房子坏，就是因为他坑我嘛，所以我也坑他，我就泼一堆水泥泼在墙上之类的。后来想想算了，太麻烦了，然后我就走了。而且特别神奇啊，特别神奇。我临要走的时候，我去网吧待了一会儿，因为都提前买票嘛。我在网吧待的时候，然后我上了 QQ， 这个时候骗我的那个人跟我说话了，他说你走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当然知道，我在暗处留意你。他说能再见一面吗？我说你这个人可真够可以的啊，骗了我还敢跟我见面，还敢跟我联系。我说我现在那个就是一是见着你我不会这么算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也不想见你。就这样我就跟他说了一些狠话，然后我就没跟他见面，紧接着我就走了。当时买的是卧铺，去那个济南，然后去租房子去了。就这样，然后我买的卧铺嘛，晚上的时候，没啥意思，然后我就拿他那个酷派的那个手机，咱们就当是酷派，因为我也忘了具体品牌了，拿着那个智能手机，翻看微博，智能手机就可以看微博嘛，然后看微博，然后我就看各种跟别人这个私信的一些内容。然后看到有一个小孩儿，然后就是这个济南小孩儿，看到济南小孩儿，他跟我聊天，然后里边有他的电话，然后因为我在火车上没啥意思，我就特别鲁莽的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打电话，然后他正在上自习，然后我就说我要去济南了。他说你为什么来济南？我说你在济南吗？他说是的呀，我跟你说过我在济南。我说我忘了你在济南了。他说那你来济南干什么？我说我去济南找工作，在那边生活。他说哦，他说那以后可以经常见面了。我说是的。他说那你这边熟悉不熟悉？你要不熟悉的话，我可以给你当那个就是导游之类的。我说可以啊，我说我不熟，这两天是要找房子。他说好啊，那个这个咱们加个微信，就这样我们就加个微信，然后加完微信以后，他说那你到了给我发一个你的这个酒店的地址，我去找你。就这样我们就大概的聊了，然后我凌晨3、4点钟才到的济南。到济南以后，然后我就直奔一个酒店，也是一个7天连锁，7天酒店嘛。然后到了酒店以后，我就给他发了个地址，因为到酒店都已经4、5点钟了。4、5点钟以后，然后我给他发定位的时候，他居然就是醒了。他说收到，4、5点钟，应该是4、5点钟。他说收到。然后我当时就没在意，因为我太困了，我就睡着了。睡着以后，大概7点左右，我就听到有人敲我门，我就迷迷糊糊开门，然后就看济南小男孩来了，然后我就给他开门。我说你在这坐一会儿，我太困了，我要睡一会儿。他说好，你睡。结果我就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你当时想一想，真的是胆儿挺大。你现在让我去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让他进我房间，我不干。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年纪小就不想那么多，而且那个年代好像也不想那么多。然后我就睡着了，他就在房间里边。等我再醒来的时候，10点左右了。
我醒来之后，然后我就看向窗边，因为我没拉窗帘儿，我看向窗边儿，因为窗边儿是亮的，有亮光嘛。我就看向窗边儿，然后他就在窗边坐着，然后外边是亮的，里边是没开灯的，所以就是它有一个剪影的一个效果。一个翩翩少年拿着一本书在那看书，就是他外边特别亮，我就迷迷糊糊，我就觉得这个画面，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就特别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醒了，他说啊，他说一起吃个饭，就这样我就去跟他吃饭，我们去了芙蓉街，济南的芙蓉街，吃的面条，然后他就带我逛了那个就是济南的什么什么泉广场，什么趵突泉、黑虎泉，就是反正就是济南的，就是那个中心的那些东西全逛了，真的逛了一天哦，逛了一天，我就很累，我就说回去休息吧，因为逛到5点多左右，因为北方的冬天其实黑天比较早嘛，亮天比较早，黑天也比较早。然后5点多我就很累了，他说那行呗，但是他不想回去那么早。我说不想回去那么早，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今天是周5、周6，然后就不上课，他回去那么早他没啥意思。我说那你不想回去的话，那你去我酒店玩一会儿，然后你再回去呗。他说好，就这样，他就跟我回酒店了。我们就我们打的车，打车，然后这个时候大壮就给我来电话了，他就跟我还是语音视频，他说他说想我了之类的，我说我在车上，等我回酒店之后，我再跟你视频。他说好，然后因为车上他也没灯光啊，所以他看不清，所以我一下车，然后直奔酒店，然后我就打开他给我拿的那个笔记本电脑嘛，然后就跟他视频。他说，视频以后我给大家演一下啊。哎，老公，想我了吗？没想，这边帅哥太多了，我今天逛了一天，累死了。帅哥太多，刚离开我就有帅哥了。对啊，我还带回一个呢。真的假的？你给我看看，你带回来了。你别不信啊，我真带回来一个。那你给我看看，看看就看，来，看看，看见了吗？哎，就这样，他看到了，我逗他玩的，他看到了，然后他就把那个视频就挂断了，挂断以后我就着急了呀，我就给他打电话。嘟嘟，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you turn on。你是不是误会了？百里屠夫，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刚去你就找别人了，怎么对得起我？你听我解释，你把电话接一下。我解释什么？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还说去找你呢，找个屁！
没想到，你能不能先接电话？嘚儿嘚儿嘚儿，你接电话，你误会了，我在逗你的。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就这样，就解释不清啊，你就解释不清。然后我就懵了，就是怎么也不接，然后也不听我解释，然后就是逗他玩的。这就解释不清了，然后我就在那块懵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旁边那个济南小男孩就看出来了，济南小男孩就看出来，他说怎么了？哎呦，刚才逗那个我对象，然后他生气了，你怎么逗他的呀？我就说我带了一个小帅哥进来酒店，然后就把镜头转向你，然后他紧接着看完以后他就挂了，然后还不听我解释，你怎么能这样呢？那他肯定得误会了，你赶紧解释。我解释了，但是他现在不接，那你赶紧打电话。我打了，他现在就是关机的状态。那你就不应该开这种玩笑。就这样，我俩都不说话，都不说话了以后，然后就是这个酒店里就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安静，安静到就是俩人都不说话了。后来他就坐到那个我的电脑那块儿，然后他就开始拿我电脑在那块看视频。当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叫《百变大咖秀》，那个时候刚出来，《百变大咖秀》，然后就我在那块烦呢，我栽歪在床上，然后我就特别烦，然后他看着那个电脑，然后他就在那块笑，然后我说你笑什么？他说我这个很搞笑，然后我说哪个搞笑？然后他就给我，就我俩就开始一起看《百变大咖秀》，对，《百变大咖秀》，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看《百变大咖秀》，然后我俩笑的呀，没心没肺。我告诉你，就是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无形当中你就伤害了多少人，你也没心没肺，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看《百变大咖秀》，然后就笑到不行，然后从就是9点多看到凌晨2、3点钟，对，凌晨看就是就看了5、6个小时，就真的很好笑，对，很好笑。然后看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是笑累了以后一看那个时间，哎呀妈，都2、3点钟了，2、3点钟了，那怎么办呢？他如果说回宿舍的话，他也回不去了。那你宿舍你可能10点钟你能回去，那你凌晨2、3点钟你怎么回去啊？那没办法，我就只能在这睡了，只能在这睡。我就说，那你就在这睡吧。哦，我就不洗澡了，你洗吧。哦，那我去洗了。你洗吧。就这样，他就去洗澡了。然后因为一方面是我没心情洗澡，二是就是我觉得洗澡，他也洗澡，我也洗澡，就是很怪嘛，我就没洗。就因为我没洗，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发生什么。紧接着就是俩人就睡在一张床上，确实一晚上啥也没发生。就因为我其实是有一点点担心发生的，就是实锤了，就你顶小孩，然后实锤了，我担心发生什么，然后所以我就睡得就不踏实。
晚上的时候，因为他睡觉可能有一点点不老实，他稍微就是把腿搭到我腿上了，就这么一个比较过分的一个行为，其他都没有。后来我就睡了1个多小时，就7点左右了。7点左右，然后他醒了，然后他说他要回学校，我说那我送你回去，我送你到那个机场，不是，那个车站，我送你去车站。他说好，就这样，我7点多就是没怎么睡，然后就陪他去车站，他要回宿舍。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又看到大壮给我留的言，反反复复就是那些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一夜没睡，然后想了这么多，还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打过去依然是不接，然后我给他回了，我说我就是在开玩笑，你误会了。他说，然后紧接着他就回了，就等于他一夜也没睡。他说我不听你解释了，就是都事实已经是这样了，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很生气，就是事情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了。可能你们会觉得说我生气，我有什么资格生气？但是我当下我就真的很生气。我说，哪有一个出轨的人会把自己出轨的事儿给别人看呢？就是哪有一个出轨会，对吧？我就是因为没有，我才会做这样的事儿，而且我是有一点的，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有点就是爱逗别人，这就是我的一个，就属于一个性格的一个使然，就他不是他怎么可能出轨？出轨就不会告诉你啊！而且就是你就算是我出轨了，你得听我解释，而且你一味的就是不听我解释，然后一味的挂我电话，那你这个事儿你是聊还是不聊呢？你不聊直接分手吗？你还是怎么着？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就是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他没有解决的，他只有逃避啊，生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行为。那这就等于就是说，我来了济南，然后你又不来了，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你起码你听个解释嘛，不听，然后我就拨电话又不接，然后那个济南小男孩就他走在前面嘛，他看我面色不好，然后拿着手机在那块打电话，他就回头就问我说，怎么了？没有，大壮又给我发消息了。那你解释清楚了吗？还是不接我电话。就这样，我俩一前一后，他就走在就是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然后不一会儿就到了那个去他学校的那个公交站，然后我就离他其实有大概十米左右，7、8米左右，他就上车了。上车之前，然后他就等一会儿啊。播放《等你爱我》。播放陈奕迅《等你爱我》。好，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然后我就是当他，我记得他当时要上车的时候，就是因为车来了，然后我离他大概几米左右，然后
他上车之前，他突然回头，我看着他，他回头，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我现在想想，这个确实是真的，但是我不能理解，就是他为什么会跟我说这种话，而且旁边还有人。他就是突然上车，然后他看着我，我看着他，这个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你对象不要你，我要你。”什么？你对象不要你，我要你。就真的是这样，他就跟我说了这句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这句话，我当下其实有一点点懵，当下其实有一点点懵，然后他就算表白了呗，然后我就回去自己就回忆整个的事情。可能现在你们会骂我渣，但是我仔细想一想，大壮对我很好，但是他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不听我解释，而且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我没出轨。如果说是因为误会的话，你一定要听别人解释，这才是两个人相处的根本。大壮没有听我解释，相反的，他选择离开。济南小男孩，他在我这种情况之下，他能跟我说这些东西是勇气。第二点，我其实跟济南小男孩更早认识。我回忆起来，其实我跟小男孩，在之前其实已经聊了很久，其实对他是有一点点喜欢的，但是因为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所以就没在一起。好像命运跟你开了一个大玩笑，好像兜兜转转又认识了，现在开始了。我说那既来之则安之，对，既来之则安之，我就说那好，你们可能不能理解，我当下我就觉得说啊，那我就跟他在一起，我就跟济南小男孩在一起。但是其实现在想一想，所谓的在一起真的好苍白，我跟济南小男孩啥也没发生。就说，就彼此，我也没，就是他就跟我说了那句话，然后我也没跟他说咱俩在一起之类的，谁也没说。但是济南小男孩那种感觉就是，哎，就开始，就特别暖心的，就跟你聊天啊，沟通啊，然后他就跟你，按中语音键可以和我对话哦。他就真的就是在跟你，就安慰你啊，关心你啊，然后就是要陪你找工作呀。我说不用，我说因为我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他跟我说完，然后我紧接着我就去找工作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面试的是一个饭店的一个大堂经理，然后没成功，面试了一天，然后他就说那个下次面试他陪我去。我说不用，我说谢谢你，我说怎么的。他说以后还要走很远很远，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后还要走很远很远的。然后他说
你来这边就把心放下来，就索性你都来了，那就好好在一起。济南小男孩其实比我小5、6岁呢，他能跟我说出这些话。大壮比我大2、3岁，大壮不听我解释，而这个人就是完完全全在特别让你安心，然后特别暖的就陪在你身边去面对这些事儿。然后我当下就感觉2个人完全不一样。然后其实我在心里我就说，那我就跟济南小男孩好好在一起。结果这边我跟济南小男孩正在那聊天呢，用着大壮的笔记本聊天用着大壮的笔记本跟那个济南小孩在聊天。你吃饭了吗？吃过了。你吃了吗？要不要我给你带点东西过去？不用，我已经吃过了。今天面试怎么样？可能明天还要面试。没关系啊，明天我陪你去。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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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老公，我还是舍不得你。我这几天都没睡觉，我想跟你好好在一起。那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啊？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我不想听，我很难受，我也不介意你们在不在一起，只要你回来，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好不好？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们没什么？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你答应我，你现在回济南好不好？怎么你还是喜欢他，对不对？你跟他在一起了是吗？你要回来你就明天回来，我给你买票。那行吧，我明天回不去，后天吧，后天我回去。行了，别哭了，你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想自杀了，我太爱你了，老公，我太爱。行，别哭了，别哭了。就这样，你们知道有多戏剧吗？你们知道有多戏剧吗？就是你看我这边刚决定跟他在一起，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去了。就是我还是决定回去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第一点，也是唯一的一点啊，我清晰的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喜欢济南小男孩的。年轻啊，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决定选济南小男孩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得有始有终，就是我得有始有终。我得有始有终。第二点，他说他要自杀，他说他要自杀，
决定回去了。怎么不说话了？大壮刚才给我来电话了。哦，他说什么了？他说想让我回去，他情绪不太稳定，感觉会出意外。那你怎么想的？我必须回去。如果他出事儿的话，我会不安。再有，他曾经帮我那么多，我不想亏欠。我确定我喜欢你，但我必须跟他彻底结束。对不起。你确实要回去。你这样选，我很开心。这代表我没看错人。你放心，我会在这里等你。我是学生，哪儿都不会去，就在这里等你回来。好。就这样，他就跟我说这些话，然后我就两个人表现完全不一样。我在模仿打字啊，你们新来的朋友，我刚才在敲是在打字，因为我们是在电脑聊天啊，咱们要演的像一点，对不对？咱们尽量还原啊。没看懂吗？咱们就是我用电脑在打字啊，然后，对，大壮的电脑用别人的电脑在打字，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那个济南小男孩又跟我发消息，明天能见见你吗？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可以啊，顺便我们一起去逛超市，我有礼物给大壮。不用了吧？那明天见面再说。好，就这样，我们就约着第二天晚上见个面，我们就一起吃了饺子。我们吃的是是黑虎泉旁边就是泉城广场旁边有一个饺子店，然后我们就在里边吃了饺子，吃了蒜，吃了辣椒，然后就吃了饺子。吃完饺子，然后我们又去泉城广场下面有一个叫银座吧，是不是叫银座呀？有个叫银座的一个商场，然后在那儿买了点东西，因为当时恰好是
恰好是那什么，是那个圣诞节前夕，就是在22号左右，就是超市里边就会有，我怎么卡了？哦，不卡了。然后我现在卡不卡？我现在卡不卡？我刚才卡了。我现在不卡了是吧？然后因为是圣诞节前夕，然后商场里边全都是圣诞那种圣诞装扮，然后里边最明显的就是摆着很多很多的巧克力。我当时我就想给那个济南小男孩买个巧克力，但是他说我不要，他说他不要。我一想，这是大壮的钱，我也别装逼了，人家不要那就不要吧，有机会咱们再弥补吧，咱们毕竟是个人，对吧？毕竟大壮的钱，你给人家买巧克力，人家不要就不要吧，你别在那块就是装逼了啊，对不对？然后，对不对？然后就没买，然后他紧接着他去那个零食区买了一些煎饼，就是那种包装好的那种煎饼。他说：“这个你给大壮拿过去，这是济南的特产。”送大壮一盒那种就是类似于饼干的那种包装的煎饼。我说不用，你拿着。我心想，你送人家，你送大壮恨不得就是把这个煎饼折我脸上，你送人家这个干啥呀？你不要整这些没用的了，你少给我整点事儿吧，对不对？他送点煎饼，我说这个，对吧？你不要整这事儿了。当然不行，他非得买，他说这个是大壮的煎饼，就这样我就装在袋子里。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嘛，然后拎着东西从超市走出来，当时是有一个大的下沉广场，然后我从那个下沉广场，就是从那个阶梯往下走，然后就走到黑虎泉旁边。走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什么话呀？你先说呗。等一会儿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说。说呗，他们也听不见。等一会儿，就这样，我问他什么话，他也不说，直到就是我们走在黑虎泉的那个旁边，就那个画面的即视感就有点就是你们都看过《甄嬛传》吧？就是沈眉庄在那个在喂鱼的那个状态，就是四下特别黑，然后你站在那个泉旁边，然后就黑不哭哧的。这个时候啊，我突然我就眼前一黑，他没有推我下河，他直接就是我就感觉我嘴被咬了，我嘴被咬了，然后有一个强大的吸力缩住我的嘴，然后当时我手里还拿着东西，然后我就被吸住了，然后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我说我被强吻了，强吻了，然后他亲了大概2-3秒钟，他就松开了。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们回家吧，就这样，就是什么，就是我就被强吻，因为他不会接吻，他不会接吻，但他用他的嘴裹住我的嘴，然后那个回忆里边是那个大蒜味儿，对，那个回忆里边是大蒜味儿，因为我俩都吃了蒜，是大蒜味儿。然后我紧接着我就坐公交回去了，黑虎泉是黑虎泉，对。然后我就回去坐公交，当时我还坐的是2层公交，因为我没坐过，然后我就坐2层公交，然后还坐过劲儿了，就是对坐过劲儿了。后来回去以后，
他又给我发消息，他说第二天我送你，我说好，就这样我们就相安无事的又过了一晚上。紧接着我大概是下午5、6点的飞机，然后那个房间，不是3、4点钟的飞机，然后那个房间要早早的就退掉，因为正常的那个房间都是12点退嘛，我又是5、6点钟的4、5点钟的一个那个火车，所以就是我12点就退房了，然后我就退房找了那个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汉庭酒店，开了一个4个小时的那个房间，然后我就说那个就是在这块等，然后济南小男孩就过来了，然后我们也没说话，就是因为马上就要走了嘛，我也不知道为啥俩人没说话，然后我就在位在床旁边，然后他就玩着大壮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大概1个小时，就是还要出发的1个小时之前，我就开始收拾东西，然后紧接着半个小时马上要出发了，然后我就说我走了，我就要抱他一下，他这个时候他就过来抱我的时候，然后他就扎在我怀里，他就有点要哭了。我说干什么？我说你哭什么？他说他就在我怀里，我后悔了。后悔什么了？我不想让你走了。你别这样，我车就要开了，你松开我。我不松。你万一不回来了怎么办？我答应你，我肯定回来。我也舍不得你啊。我会一直等你。好，起来吧，起来吧。我想再亲亲你。那你就不能咬我嘴了啊？那我也不会呀。我教你。来，要先亲上嘴唇，再亲下嘴唇，伸舌头。我就开始教他，教他。对，我就开始教他，然后亲了，亲完之后，然后就出门了嘛。对，出门之后，就是因为那个汉庭的那个汉庭的酒店就离那个火车站没多远，大概700-800米吧，我觉得啊，然后我就拎着箱子往那边跑，他就在后边追我，然后紧接着我就进站了，进站我就进了那个闸门之后，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就在这块挥手，然后那一刻我就心里就不好受了，但是我依然坐上了回沈阳的火车上，也是坐的卧铺，也是特别无聊。然后路上的时候，我跟他聊微信，他正在那个上晚自习，他给我发了一个照片，他说他在上晚自习，他说
我一走后就特别想我就安慰他，我说我这边一怎么样就回去找他。就这样，我第二天8点多我到了沈阳，然后沈阳格外的冷，然后也是找了个汉庭，我就住下了，睡了一会儿。下午的时候，大壮就来了。大壮敲门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抱住我，开始哭。他哭了一会儿，然后俩人躺下来。那一年出的《甄嬛传》，我就打算再睡一会儿嘛。俩人躺在床上，然后他就在那块看《甄嬛传》，然后他又开始哭。他就说《甄嬛传》里的剧情什么跟他俩跟我们很像之类的，反正他就哭得莫名其妙。然后他就开始哭，哭完以后，我就开始解释嘛，我说我俩啥都没发生，然后当时确实不是那个关系。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那后来呢？”我就说你喜欢他。那你还想着他了？那我不回来了吗？以后我们哪儿都不去了，就在沈阳。好，你跟他发生了没有？没有。那咱俩也没发生过。他就暗示我，那意思我俩也得发生。就这样，我俩就试着发生，就是没发生啊。那个汤圆啊，你没看直播吗？你才进来吗？就啥也没发生。然后大壮的意思就是说，那我要跟他发生，发生呗。然后就不成功，就不成功。可能是因为他，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成功，就是进不去，就是不成功是因为进不去，然后这累得满头大汗也进不去，他就疼得不行，他就进不去，然后就一直不成功。对，一直不成功。然后我记得第二天我们换了一个房间，换到也是7天酒店，如家还是7天，反正我记得外边下着大雪。然后我们从这个酒店搬到另外一个酒店，都挺累的。然后俩人就是说再试一下，还是不成功，就是进不去，就是疼。然后紧接着我俩就睡着了，然后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外边就已经黑天了，就是因为下雪，然后又黑天了。他就说饿不饿？我说饿呀，走出去吃点嘛。他说别出去吃了，我去外边叫点，外边下雪呢。没事啊，我跟你出去吧。你这屋也没有通风，你这整的那屋里全都是菜味儿，没法睡。不用，你别起来了，我去买点东西回来吃呗。再歇会儿，啊，我很快就回来。好吧，你多穿点啊。就这样，他就走了。走了买东西，他说他买点菜回来，买点那个就是那个快餐回来。结果
大概半个多小时都没回来。我给他发消息他也不回，我当时我就感觉事儿不好，然后我就察觉到可能他走了，他彻底走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短信就来了，半个多小时短信就来了。老公，我已经坐上了回朝阳的高铁，你不用来找我，我能感觉到你心里有他，枕头里有600块钱，你去找他吧。这是我唯一能再为你做的事儿，我真的很爱你，再见。就这样。然后我真的不夸张，我哇一下我就哭出来了。就是我哇一下我就哭了，我就真的不夸张，就是看完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枕头，然后包括那个被子，因为东北的那个就是暖气比较热，所以就是那被子就是我们经常会睡觉的时候团在一起，然后那个团着的被子，然后就是包括地上还有一些就是不明的那种纸巾，那种就是特别凌乱的那种场景，我不知道为啥我哇一下我就哭了，我就觉得好像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就哭了，哭了能有个，反正哭了挺长时间，哭了。然后哭完以后，我也没心情去找那个济南小男孩，我就回哈尔滨了。回哈尔滨，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这边呢，就想着说工作攒点钱，然后再去找济南小男孩，然后顺便也就是把这个事儿沉淀一下。然后大概我工作了好几个月，我都好像没攒下来钱。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工作是在喜家德水饺，我在那个喜家德水饺里边做那个店长助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每天都特别忙，要考核喜家德水饺的那个那个店长助理要考核包饺子，我每天都在练那个包饺子。然后我突然就看到那个济南小男孩跟一个人就是在新浪微博上互动的特别频繁，然后我那天我就看出来有点不太对劲儿，我就紧接着给济南小男孩我就打电话。喂，你干什么呢？我在学校呢。方便说话吧？你说呗。那个新浪微博那个围裙爸爸是谁呀？怎么了？他在评论区里跟你互动这么频繁，怎么的？他什么意思？对你有意思啊？就普通朋友啊。普通朋友跟你聊那么多啊？啊？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我什么态度啊？你是我对象，然后我问这些东西，我什么态度？我该什么态度？我说了是普通朋友，你最好是普通朋友。不是你现在发火干什么呀？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
不顺的事了，拿我撒气？我问一下，你跟他什么关系？怎么了？你没资格跟我大吼大叫的啊！那谁有资格？你告诉我，谁有资格？你没有资格。我怎么没有资格？来，我问一下，我怎么没有资格？谢谢。我给你看个东西，你就知道你为什么没资格了。好，你发过来，我看看什么东西。就这样，就这样，我就收到了济南小男孩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大概的意思是济南小男孩在新浪微博上，有人给他发了个私信，我跟他已经分开了，但是我是爱他的，他也是爱我的，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你，所以我让他去找你了。但是如果你有伤到他，我绝对不会饶你的。我去你们学校找你，我把你搞臭搞烂。我们是相爱的，但是我满足不了他，因为他的太大，时间太久，太厉害，所以只能让他跟你在一起了。发誓，我瓜尔佳氏就我瓜六发誓，绝对是真的。就这个你们可能就整个的故事可能有细节说的不太清楚，或者说时间久淡忘了，但原话真事儿，我发誓，我拿我以后的就是运气发誓，如果说我撒谎，以后我拍的片子没有人看，我的粉丝就我的粉丝不再评论之类的，我都可以发誓，真事儿。因为当时你们可以质疑，但当时我请到了当事人，但是他俩不是同框啊，我那个之后我还跟大壮有联系，包括跟济南小男孩我们都有联系。当时我们有现场的连个线，然后我们聊过这个事情，确实是真的。对，吹牛我没吹牛，原话大壮就是这么，那个留言是大壮给济南小男孩发的，他真的是这么说的，我不撒谎。对，当时不是抖音连线，是在傲娇直播，或者说在咸蛋家直播，然后因为我有了他俩的微信，所以我就连线。那个时候是一个手机，然后一个 iPad， 然后他就连线我们现场说过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对，所以就是我刚才笑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大壮为什么要说这些，确实是真的。当时就是，大壮可能理解为就是进不去是因为，是因为这个，对，确实是。然后，济南小男孩看到这个留言，他就很害怕。一方面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说你没资格跟我生气。第一，如果有人威胁你要到你学校闹，你是什么感受？因为他就是一个小孩儿，那学生如果有个人要到学校去闹他，他肯定害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我也是你又那么的
big and long， 我们怎么接触，怎么在一起？我就一下就懂他了，就这么的，所以他才，可以用手，你是拉拉吗？你用手，就这样，他就会，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打算跟我分手，但是他没跟我说，对，他没跟我说，然后从那以后，其实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我依然没死心，因为我还是喜欢，济南小男孩的。后来一拖再拖，一拖再拖，等我第一次去找他，去找济南小男孩的时候，济南小男孩那个时候已经距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1年了，我去找他了，找他，他已经有对象了，而且我去找他的时候，我知道他有对象，因为在同年，他跟我说大壮威胁他这个事儿的时候，应该是在夏天，但是在那一年的元旦，他就跟那个新浪微博那个围裙爸爸，他俩一起去看好妹妹演唱会。那几年好妹妹演唱会还没有这么多粉丝呢，是那种小剧场，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然后他俩弹吉他的那种演唱会。他跟围裙爸爸，这也就是他那个网友，他俩在一起了，我也看见了，但是我一直不死心啊。我在第2年的夏天我去找他了，找他，然后我俩约在那个一个餐厅里边，再见到他，他还是那个少年感，但是我跟他说什么东西，已经不是那种互相喜欢的感觉，就是已经那个感觉就不对了。然后我就说，你跟对象怎么样？挺好的。好就好。济南夏天也挺热的啊。是。你这次来济南干什么？为了你啊。你为我来的。还是有点不甘心嘛，想再见你，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不太可能了。没事，不可能就没缘分呗，反正就心里一直想着这事儿就来了。那行，那你忙你的呗，我自己在这坐一会儿。楼下新开了一个 H&M， 你要不要陪我逛一会儿？不去了。那我走了。就这样，就是俩人就聊个天儿，然后就大概明白了彼此回不去了。这是我跟他的一个小结局。但是多年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结局不简单。
我就觉得这个结局不简单。我们济南小男孩的结局不简单。这个是我当下没有感觉到不妥，但你们知道，就是我跟济南小男孩在一起，虽然我没什么钱，但是我跟他接触啊，一直都是我在买东西嘛。你们可能觉得这个分析有一点点黑暗，但其实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告白，然后你又有对象，然后你拒绝了他之后，他居然邀请你去逛衣服的店，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我给大家就是剖析一下。你们知道欢乐颂吗？欢乐颂里边有一个叫樊胜美的，樊胜美在，谢谢。樊胜美在不喜欢那个租的那个宝马男的那个情况下，约他一起去逛奢侈品店，然后那个宝马男给他买了个包，所以当下我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后来我反应过来，再后来我看了《欢乐颂》，我就完完全全知道怎么事儿了。这个就是浅浅的一个小结局。紧接着我们再说大壮这个结局。虽然说这个故事叫济南小男孩，但其实大壮才算是主角。你们听到最后，可能你们觉得大壮才是主角。后来因为大壮在离开回老家之前，然后把我拉黑了嘛，他很多的消息他都是在那个短信里跟我聊。然后呢，突然有一天，然后那个大壮又加我的微信，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这个留言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不过1个月不到，但是我却觉得你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就这样，我因为他这句话，然后我就把他加回来了。我把他加回来，然后他就也不怎么说话。然后后来我们就聊天，就聊说，哎，这么多年他还是忘不了我，他也没找别人。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2、3年、3、4年了，都已经。他加我，他说这些年他始终没找别人。然后我听到以后，我其实也不说感动吧，我就说，哎，都已经过去了。但是，就有一搭没一搭跟他聊，俩人打的电话，然后紧接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就被电话吵醒了。电话上我标注了那个名字，其实是大壮。我迷迷糊糊的，因为我看到是大壮的那个电话，我就迷迷糊糊我就接起来了。喂，你谁呀？不是您给我打电话，你问我谁？这不大壮的手机吗？我是大壮的对象，你是谁呀？啊？你们昨天聊天了是吧？啊？对啊，我们聊天了。你为什么那么晚跟他聊天啊？啊？你说说你是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你让大壮来接，啊？我就挂了，我就挂了。挂了之后，我被吓到了，因为你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然后懵的情况下，没睡醒的情况下，然后有一个人，打电话的时候特别凶，而且是操着那个朝阳的口音，就东北的那种特别凶的那个语气，然后我就被吓到了。吓到以后，然后大概不到1个小时左右，然后那个大壮又来电话了，我就小心翼翼的我接电话。
喂，喂，啊，那个刚才有人给你打电话了是吧？啊，你是大壮是吧？啊，对啊，我是。刚才有一个自称你对象的人给我打电话，还挺生气的，问我为啥大半夜的跟你聊天儿。啊，他还说什么了吗？就可能看到咱俩昨天半夜聊天儿，然后他就问了呗，你啥时候处对象了？啊，他不是我对象，他是我他是我他是我舅。你舅？你什么舅啊？就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当时那个舅嘛，你舅他为啥说是你对象啊？哎，你听错了吧？他是我舅，就那个给我买手机的那个我爸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个貂儿也是他的嘛，我那个时候不跟你说过吗？然后我就想起来了，一个细节，这个是我没跟大家前面说的细节，就是我们在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陪他去乙醇去买衣服，去买衣服的时候，他给自己我帮他挑了一身，他又给我挑了一身，紧接着是刷卡刷的，那个是我人生当中看到的第一个现实当中的信用卡，我之前只在电视上看过。我说，哎，你这个信用卡？他说是的。我说，那你花这么多钱，你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花这么多钱。他说没事儿，这是我舅给我的一张卡。我说啊，你舅这对你真好。他说啊，对啊，对我特别好，他这张卡我随便刷。就这样，我就听说他有一个舅，所以他就拿他舅的卡给我买了衣服，然后他说他那个手机也是他舅给他的，包括他当时穿的那个貂也是穿他舅的，因为那个款式一看就不是大壮的款式，大壮不会穿那么宽宽大大的，那个尺码就不是大壮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么个舅。结果这个舅给我打电话说他是他对象。然后我听大壮解释完之后，我就开始大脑飞速的旋转。我紧接着我又给他打电话，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我了？我能有什么事瞒你啊？不，你先别犟，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刚才给我打的电话是你对象吧？不算是对象，我们曾经在一起，但是觉得不太合适，然后就没再处了。但是，我们一起开了个饭店，所以就关系不清不楚的。但是他一直给你钱花是吗？是。信用卡是他的对吧？貂也是他的。是。你拿着他的信用卡给我买的衣服对吧？当时我确实想跟你在一起，你看我当时有多想跟你在一起，我都决定跟你去沈阳了，都跟你去济南了。但是你没跟我去啊。我没跟你去是因为你在那边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儿，所以我才没给你啊。我是真的喜欢你，而且我跟他确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就他一直还喜欢我。你是不是因为那边有个人对你好，
所以我这边你稍微误会一点儿，你都不想听解释，因为你怕鸡飞蛋打，觉得我这边不靠谱，马上就想扎到他的怀抱里，是吗？我没有，嘘，你听我说完。当时你误会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怎么解释都不听呢？其实你一直在动摇，恰好有个机会让你不那么动摇，所以你迫不及待的想回去，结果你发现你还是喜欢我。但咱俩再见面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那方面不和谐，这是我天生的优势，也是我自卑的地方。我们确实不合适，但你一直都在骗我，对吗？好吧，你猜的都对，但我没想过骗你，我是真的喜欢你。好，我信你，以后好好跟他在一起吧。你说这干什么？我能听出来他非常喜欢你，而且这么多年对你不离不弃，性格不合适可以磨合呀，好好在一起吧。就这样，真相大白了，还恨我吗？这真相大白了。没有撒谎，这个故事99%还原，就是有不还不原的，是因为时间太久了。至于说那几个关键点，Big and Law， 还有就是他跟他这个舅舅的关系，完全是真的，啊，包括那个济南小男孩这些事儿，全都是真的，啊，就是你们，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听我的故事，你们会觉得很戏剧，人生如戏，就真的是这样。我的所有的剧里边，只能说有艺术加工，但是具体事件都是真实的，而且有一些事件我是重点的去标明的，特别是被干的浪，确实是有过，说过这个事儿，而且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故事其实我讲了很多年了，我讲了很多年，我记得我当时我连过大壮2次线，大壮我们连线就讲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还连过济南小男孩，我深圳酒吧开了第2年的时候，济南小男孩也过来了，我们就回忆这个事儿，对，所以是真的，所以真的人生如戏，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看到的，很多人都会有一些隐藏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哎呀，你真的不知道，所以你知道我现在，但凡就是不跟我住在一起，或者说不着急同居的人，我都会有一个心理阴影。我就说，你不会在外面有个对象吧？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久了没什么感觉，你才跟我在一起的？你现在说还来得及？不然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住啊？你知道我就会有一点点就是心理阴影，我真的会有心理阴影。我就觉得说那些就是没有那么想同居的人，大多数他们都有对象，他们有一个多年的对象，对，就是这样。所以大壮的事儿也好，包括我曾经第2任也好，就是他们都是有对象的，你们还能坐下来聊？你们还能坐下来聊？我跟谁聊啊？冰沙？我跟谁聊？
过度相信，合着就你是个单身狗，是的，是的，济南小男孩他一直都不觉得有什么。济南小男孩，我包括我酒吧出了点事儿，我还找他做法律的那个，他还帮我去看法律的那些东西。这济南小男孩这几年就是在做律师，他当时就是在那种类似于军校，然后他现在在做律师，就他会帮我去看一些东西。济南小男孩一直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个事儿。但大壮那个事儿可能更夸张一些，对，这不是什么事儿啊。你要说大壮这个事儿，大壮我们再见面，因为多年前的事儿，你可能当时可能别人就是可能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我是当时可能会脸红耳赤的去争论一些东西，但是过了1年我们再见面都好像，因为你知道人在世间上太孤独了，就有一些跟你经历过的人，哪怕是不好的事儿，你都会觉得说亲切感就是我不记仇，我这个人不记仇，我这个人不记仇。他们没见面，济南和大壮没见面，他俩没见面。你进去了，我就想问一下，你进去了吗？没有，进去了，但是他太疼了呀，应该也进去了，我具体我不太记得，应该是进去了，但是疼就出来了。对，对，没意义，就是没意义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谁对谁错呀，就是大家可能，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在大壮的角度。我讲完了之后，大家还觉得大壮可怜吗？我讲完了之后，大家还觉得大壮可怜吗？大壮很好吗？还想跟大壮在一起吗？你们还是可怜啊？那你怎么觉得大壮可怜呢？图图才可怜，他帮了你不帮你，那是，那我记得我记得他的好但我不觉得就是说大壮这个事他可怜，就是我仔细分析，就是大壮两个都可怜，是我可怜，就是我觉得他俩都不可怜，我可怜，最后人家俩都在一起了呀，我单身呐，对，所以我不觉得就是大壮这个事他可怜，我还是那句话，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壮就连解释都不听？你知道有，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就是男主女主误会了，然后俩人吵架了，就死活都不听解释。这是电视剧，现实当中你会好奇的呀，或者说你会有一点侥幸心理，就哪怕他真是渣，但是你都会去听他的解释。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不听解释，他一定是有问题的呀，能懂吧？你们能懂吗？正常就是我们发生误会了，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事说出来，不会说不听解释怎么样的，就是太反常，对，这太反常了，这个东西。所以当时我就真的很无语，你为什么不听解释呢？很不正常的这种。看了图图，看一碗图图，感觉长了好多经验，那倒也不至于，好了，我们刚才讲了济南小男孩的故事，我们再讲一个故事，然后再讲一个故事以后呢，我就要跟大家连线，然后听大家讲故事。你也不可怜，因为分手了，你拥有了现在的爱情，是的，来，我们最后讲一个故事，然后讲完故事，然后我听大家的故事，我现场连线，好不好？
哎，昨天讲到6点没有？昨天我讲着讲着，然后手机没电了啊。咱们再讲一个故事。现在4大小男孩，济南小男孩讲过了，还有天津小男孩、成都小男孩、湖州小男孩，来，你们来听，你们来选，天津小男孩、湖州小男孩、成都小男孩。好，不用打了。成都，咱们讲成都的。成都的其实没什么好讲的，成都的就大家看芝麻都看了，因为这个成都小男孩的故事被我搬上了那个剧本里边，成都小男孩，成都小男孩就是我跟川田那段，就是你们看芝麻1，然后我俩最后那个抢手机，是剧本那个。你们看芝麻了吗？你们看芝麻了吗？看了那段了是不是？那我就不讲了啊。看了是不是？那我就不讲了，那我就再换一个，看了忘了，怎么看的呀你？忘了。对，成都小男孩，成都小男孩是我那个角色，然后我是川田那个角色，那个就是我们，就是成都小男孩的故事，我把它写到剧本里边了，啊，现在他就忘了，我们讲那个湖州小男孩，我们讲湖州小男孩，湖州小男孩现在，就还就在我身边。湖州小男孩现在在我身边，他跟我一个朋友在一起了。来，我们讲湖州小男孩啊。我跟湖州小男孩在一起，其实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写2首歌，一个是救赎，还有小错，我写了2首歌。那段时间写歌就好比就是自己的任务，大概每个月要有一个新作品要发表，所以我那段时间就很拼，每个月都逼自己写一首歌。然后写完歌以后，我就耗费了我好多精力。就我一般写歌都是写完了，就大概有5-6天的时间，我就集中情绪在写歌。写完了之后，我就直播之后，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空虚，我就想放个假。那段时间我写完小错之后，我就因为我都是晚上写歌，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我就没事刷那个咸蛋家。刷咸蛋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小孩在那块直播，他露了半张脸。露了半张脸以后呢，就是他在那直播，然后我就感觉那半张脸很可爱，然后我就很好奇他那半张脸，我也没看到，反正就脑补了一下。后来呢，我就去点进他直播间，然后我就关注了，然后这个小孩也看见我了，然后我俩就互相关注了。我直播的时候他也来看我，然后他就给我刷礼物，我也给他刷礼物，反正互相就是对对方是有好感的。后来就发展到这俩人开始就是加了微信，然后每天就是聊天到深夜，还听着打呼噜声要睡，2个人不挂电话就听着彼此的呼噜声睡觉。后来我写完这个歌，然后我就想放松一下，然后我就说那去他的城市溜达溜达，见个面之类的，网友见面之类的。结果我就去了。去之前我就大概了解他比我小2-3岁，然后他开了一个烧烤店，但是烧烤店经营不善，可能要面临着就是关门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说那正好我去了之后，因为我做过餐饮管理，我说我正好我去了之后呢，我就帮你看一看，就这样我俩就见面了。我到那儿是晚上，然后他过来接机，因为我是飞那个杭州，我从那个哈尔滨飞杭州，
然后他就来接机。接机的时候，他依然捂着半张脸，他是这么来接机的。人群当中我没看出来是他，因为视频会有美颜，然后他把脸比较瘦，而且他又是半张脸。现实当中比我想象中要胖了40斤左右，比我想象中要胖了40斤左右。他不好意思，他依然捂着半张脸。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个诈骗犯，我说你这个明显的就是骗子。他是一直捂着脸，然后我们就到停车场，在车上我一直开的玩笑，说诈骗犯。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说，哎，你怎么不开你自己的小别克呢？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别克，然后他今天开的是个小路虎。因为那几年其实我是不接触车的，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存款也就是几十万，然后我会觉得路虎，因为他那个路虎其实就是那个20多万的那个路虎嘛，但是在我心里我就觉得路虎是很高级的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说这个路虎得多少钱？他说，哎，那个这是他姐的，怎么样的？他也没跟我说价格。后来我们到了湖州以后，我就饿了，他就带我吃那个面，然后我们吃完面，然后就去订好的酒店。订的酒店还挺大的，然后我洗完澡，然后他也去洗澡。他脱衣服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天都黑了，就眼前一黑。脱衣服，他那个身材啊，你知道就是一般人胖，他是那种骨溜的胖，他的胖呢是因为就是完全不运动，他是那种就是我就怎么形容呢？就是肚子上一般有肉的，你看像我这种肉，它是那个硬的肉，或者说它是那种就是实诚的肉，它是一片一片的肉，肚子上有2片肉，它能就是说不好听点，它能这边分开，这边分开，2片肉都能系个绳的那种，就是完全是松松垮垮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他洗完澡了，他就到床上，然后其实我都睡着了，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睡了吗？啊，都快睡着了。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没有。哦，我看你都不正眼看我。没有，多想睡觉，明天还有事儿。就这样，俩人简单的聊了之后，后来不知道怎么着他就开始给我那个了，用帽子用帽子去弄我，然后就还莫名其妙的就是发生关系了。这是我为数不多见面第一天就会发生关系的，而且身材又完全不是我的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时间比较浪，我们是从凌晨4点大概到上午8、9点钟、7、8点钟，对，就时间比较浪。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发生了，发生了。然后第2天就陪他逛，然后去他的那个去他的店里。店里他其实就是员工就不太尊重他，
然后所有人都说这个店有问题，说老板有问题之类的。然后我看了以后，确实我觉得一个老板如果说你的店员都不尊重你，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后来就大概看了一下，但是咱也不能说什么呀，因为咱们只是看问题，然后跟他简单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又去了太湖去溜达，然后又吃了很多好吃的，大概待了2-3天我就回去了。因为我俩睡眠都比较混乱，然后我买的还是下午的飞机，他要从湖州开车去送我到杭州萧山机场。那天下着大雨，他又没睡好，高速上下的雨都已经就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但是他还犯困，我就怕他困，然后我就一直就是跟他聊天，甚至打他，我就打他不让他睡觉，他就俩人在打打闹闹的这个情况下就开了2个多小时车，终于到了。到了以后雨就停了，然后他送我，然后我就让他别送了，紧接着我就进了那个航站楼。这个时候他给我发消息，他说有点想你了，他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处的对象都爱哭，在我面前都爱哭。我说你别哭啊，我说那个有机会我再来看你，其实就是不想再来看他了。就这样，他就哭了，然后我说那你在车里睡一会儿，然后你再回去。他说不睡了。我说那你开车的时候你别走神儿。他说我先不走。我说你为啥不走？他说感觉等会儿还要下暴雨，下暴雨的话你就走不了了，嘿嘿。哎，我看到这个我就有一点点触动我了。他哭我没触动我，就是他说哎，如果说要下雨的话你就走不了了，我就在这等你，嘿嘿。有点触动我就这样，我飞机正常起飞，然后我回了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正跟第二任吵架呢，第二任知道我见小孩了，然后就跟我特别生气。后来第二任又说那你实在不行你就先跟他接触接触呗，因为我跟第二任在一起不太我俩是孽缘，所以就是俩人也不算是在一起，因为他有一个6年的对象。我一直都心里不舒服，然后他说那你既然找着小孩你可以跟他处一下。后来我就在我第二任的那个劝说或者说就是这种话语当中，我就一气之下我就去找这个小孩了。我就找这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我们就租了房子。在租房子之前呢，我们在没见面之前呢，有一天他就是我们就决定在一起生活。然后我没有去湖州的时候，我就看有一天这个小孩白天就是早上的时候就在直播。他说他跟一个哥哥去一个文具的就是展览会，然后去看展览去了，然后早上还没睡，然后出来买早餐。然后他下了直播以后，他说那个你要不要什么化妆品？他说那个因为他陪那个哥哥去，所以那个哥哥让他购物，然后就算是感谢他陪那个哥哥去看那个展览，那个哥哥要感谢他，所以就是说问我要不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用他哥哥的那个就是卡买了衣服、鞋还有化妆品。听到这儿，大家其实都能猜到
将来会发生什么。就这个哥哥和这个舅真的有点像，事实证明也像，但是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继续往下讲啊，给大家埋一个伏笔。然后就这样，等我去了以后，我俩租房子了，租了一个复式别墅，啊，复式的别墅，然后我记得还贴了墙纸，然后我们在2楼睡，然后每天睡觉，他打呼噜声特别大，然后就会影响我睡觉。反正他跟我在一起，他特别听话，但是呢，我就发现他有问题，确实是有问题，就是他做事情特别拖沓，然后我就管着他，一来二去吧，他就有点害怕我了。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他当时不是有一个烧烤店嘛，濒临死亡的时候，但是我就发现其实是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每天他要早起去进货，他起床都能磨叽2个小时，去菜市场也能磨叽好久好久，反正就是每天觉都不够睡。我就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觉不够睡？然后我就陪他去了一回，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就是在菜市场里来回转，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做事情没有章法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管着他。那个时候同时我也在直播嘛，然后我在直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在我直播间里看我直播，他说：“你就是百里屠夫啊？”啊，我是。你被包养的感觉怎么样啊？什么？你放什么屁呢？你谁呀？怎么了？你被包养不能说吗？谁包养我了？你认识湖州小男孩吧？我认识啊。前一段时间他给你买化妆品、买衣服了，对吧？对呀，怎么了？他花的是我的钱，所以呢？你的意思就是他拿你的钱来包养我？对呀，难道不是吗？那些东西加起来不够5000吧？5000能包养我吗？那我就不知道了。行，那你说他花的你的钱，请问你是哪位啊？你说出来你的名字，我去问他，我求证一下，可以吗？可以啊，你就提我是王哥，王哥是吧？好，我确定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是他花你的钱，我把这个钱退给你，可以，就这样。就是有一个王哥，然后说湖州小男孩花着他的钱给我买东西，所以在我的直播间里说我被包养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然后我没有当时就，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脾气特别急躁的人，但是我就寻思咱别发火，万一这个事儿有偏差，对不对？咱们要搞清楚。我就那天正好跟那个湖州小男孩约着一起去吃那个必胜客，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王哥的呀？哪个王哥啊？他是做那个文具的。认识啊？怎么了？他找你了？他说你前一段时间给我买衣服怎么样的，我那个时候还没来的时候，那些东西是花的他的钱，少听他放屁了。
到底花不花人钱？人现在他妈在我直播间里在那块说我被包养了，那是他自己愿意的，那就是有这个事儿了。哎，这个事儿你别管，不是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呀。你别人家就是在那块胡说八道，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个人之前看我直播，然后给我刷了一些钱，那个时候，然后他要去参加那个文具展，然后让我陪他去，然后我就陪他去了，然后他说他有一张卡可以随便花，我就这样我就买了咱俩用的东西咯。不是，那你买这些东西你怎么能用人家钱呢？你现在不是落人口舌了吗？不用管他，我去骂他，就这样，我就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了。啊，刚进来这是跟谁说话？这是演绎，讲故事的演绎，懂吗？懂吗？胡宝，咱们就是演绎，哎，演绎，疯了吗？我是。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就这样。就他说这个王哥是他的一个就是观众，是榜一大哥类似于。后来这个王哥就第二天又来看我直播，他说怎么了？怎么样？你问清楚了吗？我说问清楚了啊，事情不是你那个样子。后来这个王哥就没吱声，他就一直看我直播，一直到我下播。下播之后，他就给我发那个咸蛋家的一个微信，他就说私信，他说你应该了解清楚了。我说了解清楚了。我说你俩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说你要是想退这个钱的话，我让他给你就好了。他说他不光欠了，他不光是这个事儿，他之前找他要了很多的礼物。他说这都无所谓，因为他心甘情愿的。但是现在他跟我在一起了，所以他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不舒服，他也不会要回之前的礼物，之前给他花了那么多钱也无所谓。他说现在他唯一的诉求就是什么？把他曾经找王哥借的5万块钱还给他。这个王哥就是从聊天上说的非常的通情达理，就是说我之前我确实是对他好，他在我这要过很多的礼物，几万的要礼物，我也给他刷过钱的礼物，然后也给他买过实际的礼物，但是这些都无所谓，因为没在一起了，哪怕就是他现在有对象了，心里不舒服归心里不舒服，这些东西他不会往回要。但是在那之前，他曾经找这个王哥借了5万块钱，所以他想通过我让这个人还他5万块钱，因为这毕竟是借的，如果他不还的话，他就要报警处理。对，然后我说那这个事你为什么不找他呢？他说我一找他他就骂我，就说那个湖州小男孩就一找他说这个事他就骂那个王哥。我说那行吧，我说那我跟他说一下吧，我说那个你这个要求也不过分之类的，因为我真的就会觉得，哎，我给大家就是特别是直播的一些小朋友，我给你们树立正确的三观啊，就是比如说别人送你的东西，你可以不还，或者说你可以适当的不还，但是一旦涉及到借，你们说了借一定要还，我觉得这是本质上的区别。比如说你就是找人借了5万块钱，你完全可以找别人要5万块钱。你比如说我找你要5万块钱，你给了就给了，我觉得这无所谓。但你一旦说，哎，哥，我能找你借5万块钱吗？我什么时候还？这个是两个概念，啊，两个概念。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找人借这5万块钱一定要还，对不对？这是5万块钱，这一定要还的。然后我就跟这个湖州小男孩我就说，我说这个事儿他有什么诉求？他说不用管他。我说这个王哥那意思就是你不还的话，他可能会报警啊，你让他报啊就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不听，
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就觉得湖州小男孩，我说你是开，我说你也是个开饭店的，而且湖州小男孩其实家庭条件吧有点小钱，我说你差人这5万块钱干啥呀？我说毕竟是你找人借的，我就一直在跟他掰扯这个事儿。你们知道我是很爱掰扯这个理的，我觉得有理咱们就要说清楚。你欠人钱你就得还，然后我就跟这个湖州小男孩我就一直掰扯这个事儿，给湖州小男孩说的都烦了。后来他没办法，然后再加上我又有点生气了，对。你曾经的搭档是不是常借不还吗？什么哈哈，什么玩意儿？对，我说你有钱，你为什么不还这5万块钱啊？我就说这不明白，我说，然后后来就在我，因为他毕竟是怕我嘛，而且就是，他就听我劝，我说你赶紧给人还了。结果他就找那个王哥说了，那王哥就说还，然后那个王哥就说那个王哥怎么在一起的？王哥怎么知道我们在一起的？那人就听说呗，听说就是他跟一个主播在一起了，怎么样？这我也不，我也不知道人怎么知道。人王哥人经常看直播，到现在王哥都爱看直播。现在这个王哥我也认识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认识了。现在王哥还给我推荐过演员呢，那意思这个主播他非常喜欢，然后问我有没有合适的角色能帮他推一推之类的。王哥到现在都愿意干这种事儿，王哥不可怜啊，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话，王哥一点都不可怜。后来我就在我的强制要求下，他就跟王哥说还。然后王哥就问我说：“那什么时候还呢？”那意思，他那个时候就跟我关系就比较和了，比较随和了。然后就跟我说，就说：“那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都什么时候还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不还了怎么办呢？”当时我也觉得奇怪，我说：“王哥你，我心里想，我说王哥你也差这5万块钱吗？就是，但是人家要求这些事儿没毛病。”但我说就这5万块钱的事儿，你俩搞在我中间，我就很反感。我说他还不还呢？就你跟他聊就好了。王哥那意思就是说，哎，他说不明白。完了，王哥还真的表现的很需要这5万块钱，就是说，哎，他不还怎么办？对吧？然后后来我就让那个就是湖州小男孩，我就承诺我说，因为他那个时候是那个快夏天快冬天了，我说那你元旦就是那个圣诞节前你要还，然后两方都同意了，圣诞节就这样，圣诞节还。结果后来呢，湖州小男孩就有点害怕我了，就因为我太强势了。我就管这个，管他的作息，然后又管他就这些那个就是什么欠钱还不还钱，然后他看着我，他会害怕我，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分享嘛。我其实你们就说我有爹味儿，我确实有。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我就说，因为他那个湖州小男孩他没有爸爸。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他有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去告诉他正确的三观的话，他也不会做这种事儿。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爹味儿就是上来了，我就说这个正确的三观我要给你树立好。所以我也不管是什么关系，反正我就给人树立这个东西，反而就把这个感情就给忽略了。后来是，当时方糖公司举办了一个方糖新偶像。方糖新偶像是一个全国海选的一个音乐类的节目，然后方糖的那个 CEO 就问我说有没有时间，做那个全国的那个海选的那个评委，我就是那个柯以敏那个角色，就让我全国去做评委，然后我就答应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全国到处飞嘛，然后去做那个评委，等一圈下来之后。一圈下来之后，等我完事儿之后，都已经冬天了，然后马上就是要过这个元旦了，然后我就跟那个湖州小男孩我就说，我说，我这边结束了，我说，那个我要回去见你嘛，他说不用了，他说房子已经到期了。
我就大概知道他其实就是说，哎，不想续房租了，就大概也宣告我们的感情其实就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其实当他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好受。我说啊，那没事儿，我说那就不租了啊，我说那个解约，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烧烤店也关了，我说那行，那就这样吧。后来因为马上到那个圣诞节了，这个王哥又开始缠着我说，那个百里他那个马上圣诞节了，他能不能还呢？我说他既然答应你了，他就应该能还，因为我也被这个王哥搞的。我说你俩的，我心想你俩的事，你能不能别烦我？而且我跟他已经分手了。我说你别烦我了呗，但是我还是还是有素质的回答他，我说他应该能还，我说他既然答应你了。紧接着到那个还钱的前一天，王哥又跟我联系，我没办法，我又跟这个小孩联系，我说明天到还钱的日子，你知道吧？他说我知道。就这样，我俩也没多聊。结果还钱那一天，王哥就开始打我电话，百里怎么回事啊？他电话我打不通了，他现在关机了。是吗？我试试，我打电话没关机，但是不接电话，我就打了将近7、8个电话，他终于接了。喂，你怎么才接电话啊？我在打麻将呢。你那钱怎么说呀？王哥一直在跟我说，我都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儿你不用你管，是不用管，他现在就找我呀。那你就别管了，以后他来电话你就不接。不是什么不接，你到底怎么想的呀？你这报警好看吗？哎，我都说了你别管了，就挂了，就挂了。挂了以后，然后我就非常气愤，我就非常气愤，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然后这个王哥又开始催我，哎呀，怎么那么？王哥说，哎，他不那什么，我就报警了，他让他家里的来还吧，怎么样的，就跟我说这些东西。哎，我就特别烦。然后我又给他打电话，喂，你先别挂电话，你答应别人你就得还。如果是他报警的话，这个事儿非常的难看，你知道吧？你家里知道这个事儿多，我都说了你别管了，你这就是人品有问题了。对呀，人品有问题，我本来人品就不好，所以你才跟我分手的。谁跟谁分手啊？那咱俩分手怨我呗。我都说了你不要管了，以后我的死活都跟你没关系，啪挂了。然后这个时候王哥又给我打电话，我就接，我说王哥，我跟他刚聊完，这个孩子没救了，但是我恳请你别报警，你这样，他欠你5万，我没有那么多，我这有3万块钱，你先拿着，就算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点事儿，因为我俩分手了。啊？分手了？王哥就这样啊，我现在把钱转给你，就这样。我真的被逼烦了，然后我帮他还了3万块钱，然后王哥收了。收了以后，王哥给我发消息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害你俩因为这个事分手了。你看你还帮他还了，你放心，百里，你这个人没得说，这个事儿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就结束了。这3万我收了，我就当他还了，但是我要让他还你钱。”就这样，这个王哥就开始给那个湖州小男孩打电话。这个湖州小男孩跟他吵来吵去，然后湖州小男孩给我打个电话，怎么了？那王哥说你帮我还了3万块钱，不是这么说的。怎么了？王哥说你帮我把钱还了。
我也是被逼反了，就这样吧。哎，等一会儿，还有什么？你给我个账号，我后面会把钱给你的。明天。不用了，不行我再给你，就这样，就这样。我一想这个钱确实不应该我还，然后我就把账号给他了。结果第二天他还了4万块钱，还了4万块钱，他说还差1万，再瞅一瞅就给我。然后我说，我还不好意思说，我还了是3万，然后我还赚1万，我说不用，我说我就剩下1万我不要了，你知道吗？就是用王哥说，王哥的意思是我帮他还了，我帮他还了，他没说我帮他还多少，但他一下转了4万，就我真是个大聪明，哎呦喂，我说不用，我说那1万不要了，就这样吧，不要，哎呀，也算是，哎呀，好人有好报是吗？你说他。我也没想到王哥跟他说的呀，我没想到王哥跟他说那个是我帮他还5万，或者说，那我帮他还3万，然后王哥说那个他这个事儿他来解决，然后结果王哥也没说我帮他还了几万，王哥也没说我帮他全还了，也没说我帮他还了一部分，然后是他觉得是我帮他还了5万。对啊，这个事儿你都对吧？你对，对，然后王哥亏了2万，我赚了1万，他赚了1万，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对啊。然后从此以后，你知道我跟王哥的关系还非常好。因为那段时间我们那个方糖新偶像就是到决赛了，我记得是元旦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北京去进入全国总决赛，当时那个评委是那个何胜明，然后我们在那个进入总决赛之前，我们要拉票，拉票其实就是直播拉票，那个王哥疯狂给我刷呀，刷好几万的给我刷票，然后你知道后来就我跟王哥就算是比较好的朋友。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临要总决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是到了那个成都赛区吗？然后我去成都赛区，那王哥就在成都，王哥知道我去，然后我去我去那个当评委，当评委到最后呢，我要表演一个作品，就表演一首歌。我在台上发抖，然后我就唱了一首歌，这个时候王哥就派他身边的一个朋友拿了一束花，然后往我手里塞了1000块钱，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白玫瑰，秦五爷有请，知道就那种，然后而且就是那个王哥身边有好多人，我们就是那个每个活动之后，然后都会就是跟当地的举办人员要吃饭，然后王哥就一直跟着，那意思就是说，哎，要跟我单独喝酒之类的，我觉得这好像黑社会，然后就是全程包括我们去重庆站，因为成都和重庆离得非常近，王哥又去了第2站。第3站是西安，然后西安他没去成，但西安他是给那个当地的西安的那个酒吧的老板打电话说，接下来你们要有一个什么那个比赛的那个评委，我要送他一朵花，你能帮我
办一下这个事儿嘛。紧接着王哥就开始就是让那个酒吧的那个老板送我束花之类的，就一直到现在，王哥，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去成都，我还见了一下王哥，王哥其实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跟王哥其实没有那层关系嘛，而且王哥也不是喜欢我，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办事儿比较敞亮，但是其实王哥呀，我也是赚了差价的，但我确实我也觉得当下就是我能帮他还3万块钱这个事儿，确实是挺奇怪的，可能王哥就觉得我挺有魄力的。后来王哥就经常会现在是看抖音的一些小网红，看抖音的小网红就跟我说，哎呀，他太喜欢了。他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拍戏的，就是有的时候会拍戏，然后认识很多的那些小网红。我看中的那些演员，一般都是我接触我才决定说，就是要不要就找他来拍戏。结果有四个演员，其中有4个演员我都接触起来，我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我发现他们日常生活里边有点乱呐，或者说有一点点人品可能不太过关。结果王哥这4个人王哥都非常喜欢，然后就给人买东西啊、赚钱呐之类的。然后王哥还会跟我吐槽这个事儿，就说哎，他们怎么那个感觉他们不是真的喜欢我。我说王哥呀，咱们这种事儿就少做吧。现在王哥还是就经常就是给别人钱，然后就是寻找爱情呢。唉，这王哥我觉得他一辈子他都得不到什么爱情了。对，王哥一直在，这一眼都能看出那个人是个渣男，就是个捞女，但是王哥就非常喜欢人家，然后付出了一段时间，王哥说感觉他不好，他不喜欢我。我说你怎么才感觉呀？王哥确实长相来讲的话，不是很优秀吧，对。对，王哥不是很优秀，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0:05，欢迎大家来到百里屠夫的直播间。今天讲了2个故事，一个湖州小男孩，一个济南小男孩啊，讲了2个小男孩。接下来把这个时间交给咱们这个广大的网友啊，接下来我的这个直播的一个连线的功能就打开了，大家可以直接跟我进行连线啊。咱们听一听你自己的情感故事，如果说有想分享的，咱们可以进行连线。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的直播其实就有一点点就是强势啊，或者说有一点点就是说话比较凶啊，其实不是这样啊，大家就放轻松跟我来聊天，咱们打开自己的这个心里的小枷锁，咱们就是听听彼此的故事，然后舒缓彼此心里的那个遗憾和压力，对不对啊？来，就是咱们就是可以跟我连线啊，想连线的朋友，前3名连线的朋友啊，咱们就是会送礼品的。前3名连线的朋友，咱们送礼品啊。这个是个短袖，然后呢，就是我身上这个同样的面料。这个面料有一点丝滑，然后是一个白色的，然后适合当卫衣穿，因为它领子比较大。然后这个是一个蜡笔小新的一个图案，啊，咱们那个就是前3名连线的，咱们会有奖励啊。前3名连线，不用怕自己不会表达。我的直播跟大家连线的时候，我会引导性的让大家说出自己的故事，我会把这个我想知道的东西就问出来，大家不用害羞，不用紧张。我这个人可能给大家表现出来很凶，但是其实我一点都不凶啊。这个礼品打开就是这样子，对，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尺码稍微有一点大，然后如果说你有特殊的尺码的话，这个是3XL，可能是有一点点大，但如果说我们有你的尺码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也可以把这个给爸爸穿，或者说给男朋友穿，或者说去那个闲鱼转卖一下都可以啊。
就是咱们尽量就是找一个方便通话的地方，好不好？在方便通话的地方，好吧？来，我们来现场连线啊。裴峰，你要连吗？裴峰，你要连吗？裴峰，你要连吗？不要了，有故事但不方便。好的，我让大家先沉淀一下，想想怎么表达，然后我上个厕所，1分钟。别尿。我来了，我是富博故事会，我这个富博来了。真来了，真来了。没睡好吗？这是网哥吗？我不是网哥。下一边。我不是网哥，但是我在打王者荣耀。好了，我们来现场连线了啊。裴峰，你到底连不连？不连，我们来连其他的人啊。来。你好。哎，主播你好。好，方便问一下你是哪里人吗？江西的。江西的，今年年纪多大？今年37。37。对对对。37，是1还是0啊？11。是1啊。想问一下，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对象的一个情况？刚分没多久。刚分没多久。方便聊一下你这段感情吗？对，其实就是想问一下嘛，就是我跟这段对象差不多谈了将近4年左右。4年左右。对，4年左右，后面就是前2个月就有闹分手的那个情况嘛。为什么？你觉得他闹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出在本来我们之前是同一个城市，就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后面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我去到其他地方去了。距离有多远？距离有多远？对，就有一些距离嘛。而且的话，我也跟他讲过，就是说，意思说我会再回到这个城市来，只是暂时过渡一下。然后后面的话就怎么样？中间就有提出过分手。就是因为距离吗？应该算是吧，因为他是已婚的。他是已婚的，然后因为你俩异地了，然后就一定要分手。也没有说一定吧，就是他就是这样，有想分手的意思嘛。然后后面的话，对吧？现在已经分了。现在分了。那你觉得这个是根本原因吗？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2个，平时的话都还挺好的。那你觉得还有其他部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方面的，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我觉得应该这个是主要的吧。然后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城市的话，应该分不了。那另外一个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原因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的话，有的是因为我虽然跟他谈了4年，对吧？对。就在我这一块，之前的话，一般的话，比如我们吵架，我都会干嘛？我都会让，就是都要让着，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不在一个城市嘛。然后他刚好有耍一点小脾气的时候，我就直接没有让。他比你年纪小吗？他比我大一点。他比你大一点，然后他还就是平时会比较敏感一些，需要你哄。对，就基本上我哄的吧。就是我们吵架基本上都是对错也好，错也好，基本上都是我首先道歉的。或者是这个过程里边就是4年了，我方便问一下，就是那方面还有吗？就是那方面的生活。
有啊，但是有，一般的话，因为他已婚嘛，然后的话，他就是平时我见不到他，就是我要见他的时候我是见不到的，只有他来见我的时候，比如说，哎，他哪天有空了，他来见我，他就过来。如果说，比如说我有时候我想他的话，比如我要找他，他就一般都是说，哎，没时间，哎，不方便出来，干嘛干嘛的。哦，那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抖音上，抖音上，然后对，抖音他刷到我的，然后他就跟我联系，然后就小追了一小段时间吧。你是主播，我不是，就是互相反正你是有头像就同的，你是有头像的，我大概知道你长什么样，就是还算是，呃，你是不会就是特别隐藏自己的，对吧？他是完全隐藏自己的人吗？对对对对，他是完全隐藏的。评论区里有人说感觉你俩的关系不太平衡啊，你怎么看待呢？其实我也有时候也会想过，但是有时候又想想看，哎呀，两个人对不对？找个相互喜欢的也不容易，很对，多事情哎，一个算了吧，算了吧，就该让就让嘛，所因为毕竟我以分手，是一的角色嘛。分手那天是你俩面对面分的手，还是不是，我们是就是电话吵完架以后，我本来也没打算分，为什么会在分手之前吵架呢？就怎么说呢？他就觉得，因为那天刚好因为我是去我朋友那里嘛，就啊是他也是这方面的，就啊，是他认为我跟他有关系，你知道吗？其实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我也跟他解释过，是任何关系都没有。你有没有觉得他是借着这个事儿，然后就故意发脾气？有可能，就是我也是这样想的，有可能。但是他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件什么过分的？本来我们这样正常吵吵闹闹，估计也分不掉，因为后面冷静下来，比如说我肯定会主动认错，对吧？嗯后面真正分手的话，就是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嗯也没算吵吧，就是我被他屌完了以后，嗯然后隔了个两三年，因为我没有跟他联系，隔了个两三年，他突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呃既然我们已经要谈分手了，他说要不我之前的就是给你的1万块钱，要不你还给我吧。哎呦，因为我跟他谈了4年，我那时候装修房子嘛，就是装修房子，呃，就是说他说，哎，他说你装修房子估计如果钱不够的话，他说我给你1万块钱，那当时我也接受了，对吧？但是平时的话，比如说我们两个的一个就是约会的地方，基本上都在我这里。我觉得在一起4年，如果说你需要钱的话，这个钱我就给你拿了，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又要回去，会有一点点就是让人就是寒心吧，我觉得有一点点吧。对呀、就是有，而且的话他不差钱的，他不差钱。所以就是他在给你钱和你们分手这个过程里边，就大概多长时间他要的？就大概差不多3、4天吧。就是他提完，比如说要分手，对不对？当时我也就也没有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就自己也在有点生闷气的感觉。在衡量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就是，其实你真正决定跟他分手的是因为他要钱这件事情。你觉得说，本来还觉得说彼此念着这个彼此的好，然后怎么样，但是你这个行为让人有点接受不了。对，而且的话，他是说，哎呀，他说，嗯，当天隔了几天他打电话，他是这样说的，呃，他说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块钱吗？他说你能不能还给我呀？他说我拿来做公益，做慈善。我所以说行，就是你俩现在从分手到现在一共多长时间了？现在差不多有2、3个月吧，2个月左右。2个月后面他突然，隔了差不多1个月左右，他因为他喝酒了，他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想复合，啊想和好。啊，但我不是那个这个我怎么称呼你？就是我叫什么哥呢？我就那你下面的话就叫那个支队哥，志哥吧。我就叫支队哥。
这个歌嗯我听到现在，我总觉得说，好像你俩分不了。我说说我的观点啊，我从你的表达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你的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个男朋友，我觉得他有点公主病，他可能是借着这个事儿吧，就跟你闹一闹，没想到，就是他真的会误会，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可能他心里有气，然后借着这个机会跟你吵架，没想到你也就没太去惯着他，然后紧接着他就故意气你，就说那把钱要回来吧。然后要回来以后，然后你因为我为什么确定他在生气呢？因为他说做公益都不给你，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他明显就是跟你是生气的状态，可能就是就是很生气，然后包括他现在又给你打电话之类的，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嗯，就后面的话我还给他了以后，然后呃他后面的话，因为他不是那个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嘛，但是他有一个号是没有拉黑的，没有拉黑的，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他说，跟你相处了这么多年，他说唯一欣慰的事情就把这个1万块钱要回来了，这明显是气话呀，然后你不会觉得他很幼稚吗？你心里不会觉得他很幼稚吗？还是单纯的就会觉得说，那这个下头的为什么要说这些？我觉得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刚开始才分，就是他提分手才差不多3天，对吧？当时我也很气，因为我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是，哎呀，他有时候太那个了，然后我自己也在气头上。然后3天以后，刚好一大早上我就接到他电话，他说，你把那个1万块钱还给我吧。然后当时那我就就想问一下，特别郁闷。支队哥，你现在你想跟他彻底分手吗？怎么说呢？我其实我压根就没想过跟他分手。其实我在我内心我没想过，如果说他跟你复合的话，你还是会跟他复合，是不是？就是他现在有提出的复合，啊，那你刚才你说你想问我，你就是说你想问我是该不该复合吗？是吗？对，第一个该不该复合，然后他要复合的原因是什么？我是这样认为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是异地嘛，对不对？有一段时间嘛，后面他知道我回来了以后，啊。哎，他又开始联系我，哎，他知道我回来了，又回到这个城市来了，他也我就是现在两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跟他复合，然后第二点你会觉得说他复合就是可能就是还蛮现实的，就是因为你回来他才跟你复合的，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但是因为你回来，他觉得说，哎，大家在一个城市就复合了，你是这样觉得是吧？对对对，我有一种是这种感觉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听下来啊，我听下来，我其实那个支队哥，你平时接触 gay 多吗？不多，基本上是没有，就除了在抖音上面接触，基本上是，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就是，反正我整体听下来，我觉得你这个，呃，就是这个男朋友就是有点儿老公主，老公主病，就是能感觉到他其实是很在意你的，就是从你的描述里边，具体的事儿咱们不知道啊，从这个你的描述里，我觉得他很在意你，但是他因为你总宠着他，你把他宠坏了。然后所以他就故意的，有的时候会故意气你，或者说想让你哄他，所以就是一直在玩一些小伎俩，就那种作灵的那种状态。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以后他一直是这个样子，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觉得你俩复合没问题。我觉得他心里是在意你的。至于说他为什么你回来之后他才跟你复合，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这就有时候就是很现实，或者说他，你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人，他们是必须得找同个城市的，而且他们又是比较霸道的，就是平时自己有家庭，然后要求你一味的付出，这就是他们的爱，就是他们这种人的爱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能不能接受这种爱是你自己要考虑的，但是我觉得他绝对是爱你的，对，他绝对是。我觉得对我们两个之间的话，就是喜欢还是相互喜欢的，
就是我还是这样感觉到这个，就他是在意你的，而且他是爱你的。至于说这个他的表达确实是有问题，我觉得这跟你也有很大的关系。可能就是你一味的，就是这段时间，这4年里边，你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包容的状态，然后给他一种感觉就是说，哎，我老公很离不开我之类的。所以这个在外人，就特别是在一些没谈过恋爱的人眼里，这其实挺有趣的，挺浪漫的。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什么呀？就是我跟他之间哦，就是我为什么就会就是他提分手，为什么会就是觉得分手还是分手会比较好？就是我在他那里我也得不到安全感，就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因为他是已婚的，本来我要见他的时候是见不到的，他有空的时候他就来见我。就他就是霸道的，我觉得这个人就是霸道的。从他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上，包括他有家庭，包括他就是对待你的一个态度，他就是霸道的。这其实就是你要考虑清楚，就是说你下一个感情能不能正常的，就是快速的拥有这段感情，同时就是你失去这段感情，你会不会觉得可惜？我刚才我问了一点，就是说你平时接触 gay 多不多？不多。对啊，你如果你不多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说，你们的感情虽然说有一点点不平等，但是呢，其实如果调调调整好了，其实它是相对互补或者平衡的，我觉得这个也相对的稳定一些。如果说你就是干脆的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这么委屈自己，那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反正我的建议就是说，哎，听起来还不错，听起来没有那么糟糕。因为没有涉及到很多人品的上的事情，是的，就纯粹就是两个他找你要人的。1万块钱，完全是在气你。他说的很多话，我觉得他完全是在气你。就是评论区里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谁平民老百姓拿1万块钱去做公益啊，他完完全全就气你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两个人不在一起了，然后我发点脾气，然后紧接着你跟别人见面了，然后你连哄都不哄，就代表着说，哎，你好像真的有其他的需求了，或者说你真的没有像之前那么宠着我了，那我其实是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对，是有一点点这个，所以就沟通一下，我觉得还是对心平气和。我觉得，像你，我说句更直白的话，那个志伟哥，我觉得人到了35岁、40岁这个节骨眼儿，就是没太大精力去接触新的人和事儿，没有那么就是很难听的，就是说嘛，有时候是觉得分了又挺好可惜，对。然后不分嘛，我就又觉得哎呀，就是找个这样的，又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安全感，就觉得哎呀，你就是他一个需要的人，你就在，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那这个自己去调整吧。我觉得你俩的关系，就或许你要表达一下自己的需求啊。趁着这次，如果说俩人复合之前，你要适当的就是让他了解你在想什么，提要求之类的。嗯，但是我每次比如说我们俩吵架，或者说我要跟他那个说事情的时候，他就回我一个，他就告诉我，那我也没办法，我有家庭，我也这里不方便，那里不方便，然后从此以后我就没提过。那这次你再拖一拖，然后看看让他表态吧。我觉得现在是明显他绷不住了，他想跟你复合啊，你可以拖一拖啊，他的心态，好不好？对，所以我自己也挺纠结的，到底是对，你这反要正分还是不分？反正我听下来，我觉得他是更喜欢你多一点儿，或者说就是他现在有一点点就是在意你多一点儿，那你就索性借着这个机会，咱们就是调整一下呗，啊，不用着急跟他复合，梳理一下，就是这个，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就是因为已婚的嘛，因为他经常喝酒，喝完酒以后他不是要我去接嘛，对不对？我心里很介意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我去接他的时候，然后他一般的话就是要我
我4年我不知道他家在哪的哦，就是他会就是哎你就把我放在这里，我自己走回去。哦，那这我说个这个我觉得挺过分的哎。啊对啊，然后还有一次他要干嘛？他就是他要因为他是政府单位的，然后他有一次他要干嘛？他要去开会，然后他的车子是撞了嘛，就没有车嘛，他叫我开车去接他。我去接他以后，我说叫他发定位，他说不用，他说你到哪里。我说，然后我也问过他，我说你不要，我不知道你具体家地址在哪里也没关系，我说你小区总可以吧？他说不行，他说不想让你知道。哎呦，这个真的是很不舒服的一个行为啊。对呀、然后我就有很多时候我就说质疑嘛，我说你要不要让我来接，我说你让我来接，我说你这样弄得我都很尴尬，然后他就是笑笑带过，笑笑带过。哎呦，这个太伤人了吧？我觉得这个，而且我之前也跟他提过，我说我又不是刻意要知道你家，现在是你找我的，你叫我去接你，我说你，我说因为我去接他的时候，他要走过来，他要差不多走个十来分钟，对吧？然后我就坐在车里等，有时候我就会说嘛，我说让我等，我说你干脆不直接发个地址，我直接到你那去就好了，对吧？不同意。评论区里有人说那个政府，基本上都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能沟通的，这个沟通不了，他也妥协不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所以对呀，对呀，我一直觉得一直觉得什么呀？就是他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对待过整个感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尊重了吧？我觉得有点，对啊，因为是小城市嘛，对吧？小城市的话就那么多人，估计他找一个人也不容易。他刚好有一个，对不对？他也跟你就是就是有这种需求关系，刚好就是呃在那个什么，这就是在性上面就是挺和谐的。那你就这样，你就趁着这个机会，你再玩玩他的心态，然后你看他怎么表现吧。你这个事儿你不要着急，就是统一分或者不分，咱们就是拿捏好他的心态，就是趁机让他，因为我觉得在感情里也需要就是伎俩或者说就是这种计谋的，你不能一味的去妥协。我觉得这个不是说爱不爱的问题了，我觉得是尊重彼此尊重的一个情况。反正我是希望你俩复合，但是这个过程里你为自己多争取一些吧。我觉得这个太不平衡，太不平等了。我觉得感情里不会相对的平等的，但是我觉得起码就是稍微让人舒服一点。这个行为已经有点侮辱人了。我是觉得感觉到了有一点不尊重人，所以这个你自己去衡量吧。但是还是希望你有一个好的结尾，就是如果说找不着对象的话，我这边可以帮你介绍。对，我可以帮你介绍，喜欢什么类型的？来跟我说一下。其实我喜欢差不多跟这年龄相仿的，35、36岁对，35、6岁到40几岁都可以。啊，那是喜欢熊，呃，我的匀称到就不要太胖就可以。不要太胖或者不要太瘦。对对对对，个子有要求吗？身个高子我觉得180以下吧。180以下，就是不要太高的。对，嗯，行，大概能明白。那你是喜欢有爱撒娇的，还是就是喜欢爷们儿一点儿的？我觉得喜欢的话，只要都不要太过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上一任其实是比较爱撒娇、比较作的一个状态。对，但我也能接受，也能接受。那更喜欢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点？就比如说，哎，我喜欢黑袜，哎，我喜欢那个什么，就是偏制服，然后喜欢什么那个性格温柔一点、戴眼镜的这些有没有偏好？那这个的话，主要不要穿着方面不要太什么呀，太拉风了，啊？不要其他的都没有。不要太时尚的宠儿那种，就是对吧？对对对对，我不太喜欢特别时尚的那一种。喜欢那种就是比较人群当中看着就特别正常的那种。
对，就是比较淳朴一点的。啊，好，我大概知道了。然后咱们那个现在也算是单身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那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聊聊天儿啊，找这个第二支队的这个哥哥去聊聊天儿啊。咱们就是先聊聊天儿，不要说那个破坏人家那个感情，咱们先聊着，然后等他们确定结束了，然后咱们再那个跟这个第二支队的哥哥，咱们好好的接触一下。在那个南昌啊，在南昌的小伙伴有什么有什么想法可以就是聊一聊啊。好的，那我就先跟你连到这儿，然后感谢你的分享。那个到时候你给我一个地址，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然后也算是大家认识，然后交个朋友，好吧？好的，谢谢谢谢。好的好的，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再见，哎，挺好，这个是挺好的。来，我们连下一个啊，下一个谁准备好了？这个现在连线里边有一个用户857，还有一个韩晨，还有一个 阿伯是吗？阿伯吗？谁准备好了？我连谁？来，有没有准备好的跟我说一下？来，韩晨，你好。哎，你好，听得到吗？怎么称呼啊？你叫我小陈就可以了。小陈的声音好有质感，是多大年纪啊17。啊，17，声音这么有质感，是现在还在上高中？嗯，对的，我现在请假在家。哪里人？山东的。啊，山东。哦，一点口音。对。你17多高多重啊？那个175，然后是128斤。啊，很标准。对。方便问一下是1是0吗？0。0，好。那今天想跟我分享点什么故事吗？今天分享我的故事还蛮多的，然后你也可以问，我也可以自己说。我会问一段，就是说最长的一段感情在一起多久了？1年。1年，然后是多大的时候在一起的？这个是在1年前，也就是说我大概16岁左右吧。16岁啊，16，不是？那我想，就是你说你故事很多，那你第一任是在10几啊？第一任是在14到15岁。哦，很厉害。是跟同学。那16岁这个是怎么认识的呢？16就是在那个翻卡上面，可以说吗？翻卡可以说。对，当时就是他找到我嘛，然后他追的我，就是刚开始他嘴非常的甜，就真的是非常的甜，然后就一直在那个加上微信了，后面加上微信就一直在聊，然后就跟我聊这聊那的，就说那个你能不能谈对象啊？怎么样？我就说那个他多大年纪？他32，当时是，现在已经33了。你们在一个城市吗？都在泰安，但是就是我在那个泰安里面的小县城，他在市区，我们隔着有50多公里。他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呢？就是胖胖的那种。胖的，然后30多岁，然后算是事业上算是律师啊，那还蛮不错。对，你见他第一面的时候，你是喜欢的吗？就是长相的话，就是一般，但是他对我很好，当时就是给我的感觉。他真的是他怎么对你好的？就从刚开始没见面的时候说吧，我那时候对钱是没有概念的。是。就我那时候初中的时候，我生活费一个月也就那么几百块钱，然后当时跟我弟出去玩，然后就是说我给他拍了张照片，我说跟我弟出去玩，然后无意间给他拍了个那个就是 KFC 照片，在那个断人大厦那边。我当时说那个我有点饿了，待会儿跟我弟吃点东西。他当即就是直接发我200块钱红包，我就懵逼了我就说你为什么我就说你为什么突然发我红包，你还发这么大？就是200块钱。200对你那个时候会比较大一些，对不对？巨额，天额。好。然后我就说，哇，你居然就是这么舍得花钱，哇，怎么着的？然后他就说，哎呀，你能吃饱就好，怎么样的。然后后面的时候见面的时候，
是在商场，他来到我这边，也就是一切都是正常流程嘛，就是吃饭，然后看电影，然后当天就是没有干什么。去酒店了吗？他想去，我没有同意。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刚见面就去干这种事情，我觉得就是第一次见面就见面就好了，就是说了解一下，吃顿饭，看个电影，好好了解一下，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当时是，对，这个见面其实是愉快的。对，是愉快的。然后他的嘴就是还是那么甜嘛，刚开始，一直到后面吧，就是形容他一下怎么甜的，他怎么甜？就是非常的会说话，就是说，哎呦，什么老婆啊，你今天在干嘛呀？怎么你好好吃饭了没有啊？那个在学校有什么遇到不愉快事情啊？就这样子，就问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好贴心啊，哇，他这么好啊。所以然后见的第几次，然后就把自己交给他了？是第3次还是第4次来着？我忘了。当时是我去找他。你就去找他去了，然后就是和谐吗？就是我无所谓，我当时觉得是非常和谐的，就很 OK 啊，他就是能这样就 OK 了。感觉是不 OK 呀、是时间短吗？就是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 OK 的，就是就是他对我好还是不 OK 啊？你这么说的话啊，可以那么说吧。问题呢？他就能方便说吗？就是时间吧吧。时间 ，OK， 时间。然后其实你更在乎心理。对。其实你心里的是 OK 的，就你心里是因为你也喜欢他，然后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你心里。对，就是这个样子啊，美好。对。所以后来就是俩人一直都是就是有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呢？没有，因为我一直就是跟爸妈住嘛，然后不太方便。那有没有长时间在一起过呢？就是比如说出去玩了，然后在一起1周时间有没有？有1周的时间。出去玩了。就是我去泰安了，然后在他家住了。不是他家。在酒店，他没有让你住他家。他跟他妈妈一起住。OK， 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不愉快的地方？就是在他家的时候，什么在他家？怎么在酒店的时候？就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我觉得都 OK， 什么就是生活方面，干嘛的时候，就都 OK 吧。就是还能干嘛？见面在酒店里面，对吧？玩会儿手机，那个搂搂抱抱，然后出去吃饭，就没什么了，基本上。对。那你觉得哪里就是会让你觉得就是这段感情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愉快了，或者说不舒服、不和谐了？他的性格突然大变。为什么？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就刚开始我也说了，他嘴非常的甜嘛。对啊。就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对我就是逐渐的，就是热情往下掉。那你没有问过吗？你就说，哎，最近怎么了？感觉你没有像之前对我那么好。我一直在问，他就说，就是我跟以前一样啊，我没有什么变化。他就是这样子，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回复的。然后我就是很那啥嘛。后来有没有发生实质的这个一些问题，比如说争吵啦，或者说就是那个发现他就是有一些问题啦？有。就是我上高中是那个，不是，我当时初中的话，就是说我那个周六周天不是只有周天是放假嘛，我就想着他那个，我就不奢求他1周来找我一次，就是说2周来找我一次吧。然后就是说刚开始就是在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是1个月来见我一次。不是，是2周见我一次，后面我改成1个月了。OK。然后就是说，因为他不来，我非常生气。就
他每次找的理由就是要么是工作，要不就是他妈妈生病了出事了。哎呦，就是他拿就是亲情，就是说他说他妈妈怎么样，我不可能就是让他直接肯定就很硬的让他过来，不可能啊。也不可能让他拍照说你妈哪儿病了。对我也不可能这样子，就是说，对吧？他这样说我就没办法，就是我去泰安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不顾他反对，我瞒着他我去的。当天到了之后，他带我去太阳部落玩了一整天，然后就当天的酒店是非常贵的，然后是几百块钱一晚上，我忘了。就是他就开玩笑的说，吃完饭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你回去吧，酒店太贵了。我一听，我当时心都快凉了，我就说别啊，我都来了。他一看就是感觉事情不对劲，他就说那个哎呀，我开玩笑的。当天也就是当时也住了几天嘛，就大概1周的样子。1周，就是大概几百块钱一晚上。当时在我记忆里面是就是300吧。300一晚上，住了1周2000多啊。这个对于就是这个小城市来讲的话，这个算是很贵的吗？就是300一晚上，真的就是那个，比如说什么那个节假日的时候才会涨到这种程度，可能。对，因为平常的话是没有300多这么贵的酒店的。就是，但是他每次带我的话，就是说那个每次来啊，然后带我住的酒店啊，都是就是在我们这边算是比较好一点的。是，所以这次吵架了。不止吵了一次，就是说我每次就会，也不是说吵吧，真正吵也就那么两三次，然后大部分都是我在埋怨。你埋怨就我说你埋怨什么呢？就埋怨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要找各种理由，你为什么一直不来？就我会一直这样抱怨，就不是一直，每到他来的时候啊。你说过你俩吵架吵过2次，为什么吵架呢？吵过2次，一是就是他不给我看他手机，当时我的心里就是觉得，那个我的手机给你看，你的手机给我看，然后就这样，就觉得这样子，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吵过1次架，就他就说我不方便，我不行，就是死活不给你看，然后他就一直在转移话题，然后，所以就吵架了，因为不给看手机就能吵架。对，当时我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是他感觉特别生气，我就想他是有别的人，他为什么不敢给我看？我的手机都敢给他看。当时我的心里是这样。他不一定有别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在聊骚别的人。有可能。对，他不一定就是有实质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第2次吵架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不来，我当时就是特别生气。我就说你就是他那时候已经拿他妈妈，就是只有他妈妈，他只拿过他妈妈和工作当借口，他已经拿2、3次了。他妈妈就没事就生病。对，我当时就真生气了，我就说你没事，我就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说你没事，你妈妈你对吧？他会不开心，你不要说我妈妈。他倒没那么说，就是他好像也默认了，就是在找理由一样，就是转移话题，也没有再聊，就是说你不要说我妈。也没有这样说。好，那最终分手是他跟我说，他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在学校嘛，我在学校那个用手表给他发消息，用手表给他发信，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一直不回我。当时快1个月了，有一天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在我们这边的商场，就是晚上的时候准备回家，从商场出来了，快1个月没回复你了。对，快1个月。当时我就是出来的时候，我看着手机，我又想给他发消息，我就给他发消息，但是就是我一看，我越看越那什么，越看越生气，我就想不行，我必须把你换出来。就当时那个电话我是打不通的，我就直接给他打那个微信电话，就一直打，打了10几个、14个吧，大概，然后他接了又挂了，我就打字说你明明是在线的，你为什么就是不回我？你出来，咱俩把话说清楚。然后
他就说那个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啊？那个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呀？他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子的，他就说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然后我就打了个问号，然后他说那个咱俩不合适，然后我就说都谈1年了，怎么就不合适了呢？我就懵逼了，然后他就说那个第一是你年龄太小了，然后第二是就是我这个年龄到了，我要结婚了，然后我就懵逼了，我就说你不是说你不结婚吗？然后他说那个没办法，那个父母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说我没办法，我只能就是妥协。然后我当时就是哭了，我就坐在那个商场那个台阶上，我就哭，我就懵了，我当时脑子嗡嗡的，我就想一直给他发消息，一直给他发消息，我就说你别那个样子，别那个样，别怎么样。你求他了？对，我真的就是在恳求，然后我真的就是挺害怕的，我就说你别这个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给他发了一大串儿，然后他就说那个没意思，你再发我就删了，对吧？这样还能留个好友。然后我就是也不敢怎么就是发一大串了，我就给他发几个语音，我就给他说什么的怎么给他发，然后就后面我就是刚开始分手的时候，刚分的时候我也会给他发消息嘛，就是说怎么样啊，我今天怎么样，我还会那个给他分享一下，我就可能内心还是抱有希望，就是希望他能回来吧，就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就那个也不给他发消息了，也不怎么样了。对，后边就是明白过来了，就是他不会再回头了。对，所以分手了多久了？分手了得好这个几个月了得。几个月了？那当时是就是我很好奇，这几个月你有6、7个月吧。你有回顾一下这段感情的问题在哪？我肯定会回复的。我谈完恋爱，就是我会复盘啊，我会从开头看到结尾，就是我都会在想他前面情绪是怎么样的，他后面情绪是怎么样的，我会复盘，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他好像就是说从开始对我的热情，他就是好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热恋期，可以那么说吧。就是热恋期过了之后，他可能就是说也不怎么想给我发消息了，也不怎么想来找我了。我就一看我就觉得哇，我当时怎么那么傻，我就会这么想。然后后面我也就不跟他说话了，他也没回过我，反正。就是没有具体的事情让他改变吗？就是你单纯的就会觉得说，是因为他就是热度可能就到这儿了，就是他一开始就是比较热，后边就比较冷。你觉得这是？可能是就是因为我就是会经常给他发消息，我就说那个你在干嘛呀？你吃饭了没有？那个你工作累不累？就这样子，我就会经常给他发消息，然后他就是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嘛。就是我就是会很讨厌，就是对方不回消息嘛。就是说你那个忙我能理解，但是你这个消息你看到了，你是要回的呀。你看不到那个你没看到，你工作忙无所谓。请问你平时都发什么消息他不回啊？那个发个表情包，然后说那个你在干嘛，就这样子，差不多。就是你期待就是对方不用及时回，但是起码就是看到了你要回一个。对，就是等他空闲的时候，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可以给我回一条。我觉得就是说，好，就是听完你的这个故事，你能听听我对你的故事的一个可以，可以哈。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跟你在一起，就是这个行为，就代表就是喜欢你的，而且我觉得他对你这个年纪的人，他其实也是比较喜欢的，但是他可能不太了解，不那么了解你这个年纪，其实你这个年纪其实就是会比较空白，就是以我听你的故事的一个描述，我觉得他平时可能接触的人和事儿可能跟你不一样。比如说，就是你其实是想黏着他，但是你每次的表达呀，或者说
一些东西啊，你可能没有太实质的内容，可能他就会觉得说，他表情干嘛啊？这是什么意思嘛？就是有什么意义吗？就他可能因为他工作的一个繁忙，或者说他就是家庭的一个不顺心，他可能就更希望就是说，大家可能逐渐的他会对你有要求，希望你有内容，需要你有独立的这个思想。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他要求的，这个是他压根就不了解，就是16岁的小男孩他心里在想什么。16岁的人他生活就是空白的，所以你如果说就是下一段感情，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别太黏着对方，但是呢，就是这个年纪黏着对方其实不是大问题，没什么问题。我觉得他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两个人可能他真的高估了自己，就是对小孩的包容和了解。对，我觉得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反正我能懂你的点，然后也能懂他的点，但是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在他，因为小孩子他就是那样，你大人要控制一些东西，就比如说，那个，你明知道他怎么样，你还跟他在一起，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期待了不该期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的问题。对，所以期待你就是以后能遇到一个年龄相仿的人吧，就是要不然年纪相差太多的话，可能彼此生活的环境不一样，然后思想不同思想真的不同。我现在就正在接触一个，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性格的话，也就是说也不再那么黏着对方了，就是说那个对一些行为也完全能够理解。你是我会觉得这个年纪可能就是难过也是真的难过，但是出来也很快，是不是？对，确实就是想开了之后就可以了。对，其实16岁，现在18岁是17岁。对，17岁。17岁好年纪就是，但是给一些小朋友一些建议呢，就是无论是不是对象，都要保护好自己做好安全措施，好不好？好的。好的，等会儿给我发一个地址，然后我送你一个短袖我送你一个短袖。好的，谢谢。好的，就这样拜拜。好的。真好，这些年轻的小孩真好，对，真好。哎呀，羡慕年轻。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位连线Hello，能听见吗？听见你那个，你怎么？不要蹭你的麦克风口，你的麦克风口要蹭的话就喳喳的声音，好不好？好了，我尽量不动吧。好，现在在哪里啊？我在惠州。你在惠州，躺在床上是不是？对，我用被窝给把自己给捂住了。那你要那个，就是别憋坏了那个，咱们快速的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37了。37了。应该是37吧，我对自己的年龄一直都挺模糊的。那你37了，你为什么要蒙着被子说话呀？外边有人。我是在宿舍，但是我们是单人宿舍，我是怕走廊会有人。我现在把被子拿开了。对，要不你蒙着被子多难受11还是0啊？05吧，应该算。05那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吗？不对，我其实是有对象的。有对象。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情感的问题，我就想因为没有跟百里说过话，所以想连上来跟你没有接触过这么大的咖位的人。我还以为大的事已经传到惠州了呢。那个挺好的。那个惠州的话，如果说在惠州哪里惠东这边。惠东惠东惠东我是在惠阳我这个有。你不是一直在深圳吗？我深圳也有房，惠阳也有房。我以为你一直在深圳。惠阳的话也不太远。不太远，有机会，因为我当时还想去惠州买房呢。
有机会咱们可以就是去惠州的，咱们可以吃吃饭啊，聊聊天之类的。因为我对惠州不太了解，还挺希望就是多了解了解那边的，对不对？那你惠州，如果说想在海边玩玩的话还不错，但是，如果说你想在惠州买房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在那个，呃，你现在在惠阳那边买的房会后悔吗？因为是刚需，所以就不后悔。主要好了好了，是房价的事的话，情我就咱就不，对啊，房价咱就不要深聊了，在这个直播间，我觉得聊这个不太好。但是如果说分享这个情感经历的话，我觉得我能分享的也就只有现在谈的这一个，现在因为我的谈多年龄，久了？现在的话是，我认识有2年，但是真正谈的话，可能只能算1年吧。因为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其实是有开始过，但是开始了很短的时间就呃分开了，然后分开后那1年呢，不是分开后的大半年，他一直过得很差很差很差，然后我大概也挽留了他嗯很久吧，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然后过了大概3个月左右，我们分开了。分开了之后，我挽留了他，可能有7个月，就是整整的1年时间，我挽留他了7个月。但是，挽留7个月之后呢，我就死了这条心了。在确定死这条心的时候，我其实哭得挺惨的。36岁的人，其实真的哭得挺惨的。但是，在这个1年之后，就是他过得一直都不好嘛。后来他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我是直接跟他说的，我现在的话就只能是以一种朋友的身份，你愿意回来的话，那就回来吧。你刚回来的话，如果没有生活费，我可以给你。然后我就给了他生活费，给了他的那个租的房子之类的，然后他就在这边找工作，我会帮他去找工作之类的嘛。然后找到工作之后，就偶尔他会让我带他出去吃点东西啊，或者说走一走。然后这时间一长嘛，他反倒主动了，就要求跟我重新在一起。啊，那你同意了？就是同意了，然后我们就一直就就复合了之后，到现在也有1年时间了，1年时间都是非常愉快的。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他可能是年纪问题，因为他今年也就只有22岁。哦，22岁怎么了？所以他的这个三观啊，跟一些处理事情的能力都并不完整。我也像你一样，就是我看你的一些视频的话，也会发现你会跟你的对象会跟他讲一些道理之类的东西，会去给他一些正确的三观。我也会经常去跟他聊这种事情，但是他有时候就听不进去，又或者说有时候情绪不太稳定，他偶尔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每次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他一般都会在几个小时就把心态调整好，然后就当没有事发生。我也一直跟他说，我说你不能当没事发生。如果你真的能消化掉的话，那倒还好。但是我知道你根本就消化不了。如果你消化不了，为了咱们这个关系的健康，你还不如把它心平气和的说出来，咱们去聊聊这件事情到底，下次遇到同样的事情该怎么处理，而不是说这样子直接就假装自己吞进去了，然后过个1个月半个月，你突然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你又把这个事情挖出来，这对这关系一点都不健康。小孩子听不懂的。你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想好他们这个课。你看小大夫脾气也是好，然后小大夫跟我发生了，特别不生气。他当下他可能就是不好意思或怎么样的，但过一会儿他就全忘了。小孩子就是这样。对，我那对象他现在也是会退让，因为他知道不是我的问题。对，他也是比较，他就是我在一些思想
思想方面吧，他也是比较看好的，就是他可能也是喜欢我这一点，而且我的包容性也特别强，所以他基本上他也没什么辙。对，你跟他在一但是起的话，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是一；啊你跟他在一起，你是一。不是，其实我们两个都是05。啊，就是反正05也相处的挺和谐的，就行，这个还算挺和谐。挺好。然后其实我在听刚刚的第一位那个连线的那个朋友，讲了一下，其实我跟他的话就反过来了，因为我是已婚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自己，怎么说呢？我有心理准备，他这个年纪的，如果他愿意的话，我确实愿意一直走下去，但是他这个年纪。我对他其实没有说100%的信心，他能跟我在一起能走多久？不用想那么多，跟小孩子不要期待他会跟你走进去，珍惜当下吧。对，你要抱着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说，哎，小孩子的青春跟我在一起的，老了随便。哎，咱们就是他开的最焦最艳的时候，给他掐下来，这小花骨朵给掐。我倒没这样的想法，因为他是有抖音号的，然后也挺多粉丝，挺多人喜欢他的，他怎么说呢？当然我也不差，所以但是我现在还好了，因为我那么长时间我也没有去接触过任何一个圈内的。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刷刷抖音，我甚至不会关注别人，因为已婚的都会有这个问题，都会藏得比较深一点。走一步看一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跟小朋友在一起，对不要期待太多。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嘛，能开心就开心。如果他有什么想法的话，他想离开的话，那我也只能尊重他的想法吧。你放心，他想离开的时候，你肯定舍不得。你放心，我觉得是一定是这样的。不，第一次那一次我确实哭的挺惨的，但是我觉得不哭了，是小孩子跟你分手的时候，你会想很多，就是因为你跟他不光是谈恋爱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有一种就是自己在付出的感觉，特别是他年纪还小，离开你，他没钱花怎么办？他为了钱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怎么办？你会想好多好多。可能这些我基本上都慢慢接受了吧。好呀，但是依然祝福你俩就是能够安安稳稳的。不过刚刚我有听你们聊天的时候，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因为我本身进圈的时间不是特别长，然后遇过的人也特别的少，所以我在看你们聊天的时候说，就是你刚刚在问那个人在一起4年之后还会有那方面的生活吗？所以我这点我突然就很好奇，这个咱们圈内时间长了就会没有那方面吗？对呀。那难道换一个人就会有那方面的东西了吗？对呀。就换一个人有新鲜感就。对呀。这个暂时是理解不了。评论区上面有很多说什么同期很惨之类的话，我承认一点，这个确实不算太幸福。但是现今社会的话，很多即使他不是同期，他们的老公不负责任，或者说出去外面包二奶、小三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承认，我确实是一个已婚的圈内人，但是我对家庭非常负责，对小孩都非常好，这个东西我把家庭经营的非常好，我也会非常的小心，不会去让他们去受到其他伤害。我能做的只能到这种程度，因为我也是个人，我除了自己背负的责任之外，前提是我还得是个人，我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我不是说为主播去辩解一些东西但是我会觉得说，
咱们年轻的小朋友啊，就是没有生活的压力。等你年纪大一点点，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无奈的，这个无奈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但是同时自己也是受害者。我就只能说这么多，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他是故意想让自己的老婆变成同妻，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如果说他有任何的一点办法，他不会跟女的将就，或者说害一个女的，不会这样做个人。但现今社会呢，就是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位朋友的这个父母，他们会期待一些东西，那我又不伤害他，那我只能伤害他，这个是没办法的。就好比就是说你吃肉，你表面上你觉得你吃肉没问题，但是你伤害的是生命。你无论说你吃了什么肉，你都是在伤害生命，这个是你逃避的一些东西。人生在世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一是一，二是二，不知不觉你就会伤害到其他人，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就是大家等你们到这个年纪，你们当然知道一个人的不容易，你就不会对这个别人要求过于多，或者说就是站在最高点去，最高点的去那个去批评别人，这个不太可能的，对吧？所以说百里，我其实也喜欢你这个人，也喜欢了有，就是从我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我就一直非常的欣赏你，因为你的这些三观的这些言论，这种很宏观的去看待事情的这种想法，我就非常非常的赞同。所以不枉我能喜欢你那么久。夸我，因为我也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我才懂的。我之前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什么那个我坚决不找结婚的，或者说我还骂过结婚的，然后找别人的，我也骂过这帮人，是因为我长大了之后我接触了这帮人，你别夸我。对，其实我以前的话，是不太敢跟别人说我已婚，因为我以前确实在一些交友软件上面说过自己是因为我认识一个人之前，我必须得前提先告诉他我是已婚的，因为我不想骗别人。但是确实也遇到过，你一旦告诉别人自己是已婚的，就会被别人骂。后来我就变得有点慢慢的骂不想去认识太多。如果说一个人就是不理解，那你就可以选择不跟他做朋友，就是对，所以我在圈子现在基本上也没有朋友。我实话实跟你说了，那你不喜欢我这个人好，不做朋友就好了呀。骂倒不对，骂倒不至于，没事儿，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活着，反正我还是那句话，你怎么做都会有人不满意你，就干脆就是对，为自己而活，然后尽量的让自己就是心安理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是的，谢谢。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然后那个你给我一个地址，我给你发一件衣服，好不好？是私信吗？对，私信给我，然后我给你发一件衣服，好不好？好的，谢谢。好的，就这样。拜拜。拜。给你发一件，凭什么给你发一件？来，我们连下一位啊。这个评论区里有谁准备好了？请给我说一下。评论区里有谁准备好了？来，我看一下啊。哎，你好。哎呀妈，声音这么粗哦。没。哪里人？内蒙古。内蒙古大汉。那个大汉今年多大年纪？我00。00。00的大汉，我的天啊！00后啊，我的天。对啊。身高体重能说一下吗？185 90。哎呦我的天，这真的是大汉！你是内蒙古哪里的呀？巴彦淖尔。就是草原的吗？我觉得按照我的。不是，也不算是吧。也不算是吧。185 90公斤，那个是1还是0？偏1吧。偏1啊，那也就是也做过0。对。做0有那种生理上的那种快感吗？也还行。也还行，就是 OK 的，对吧？就是做0是爽的，对不对？好
好啊，就是咱们这啊，个说开了就好了啊。那这对，个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吗？啊，不是，啊，有对象。那有对嗯，象，对象在一起多久了？2个月，1个多月，2个月吧。是怎么认识的呀？就是我刚回来内蒙也不久，就是之前在外地工作，然后回来可能也就3个月吧，嗯然后就小兰吧，嗯然后就认识了，然后也没有说很刻意的接触要去谈啊或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就是我说一下之前的经历吧，嗯就是我大概18岁入圈，嗯然后反正就谈了一段，就之前谈一段就谈了大概3年，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去外地工作，反正之前也是异地就上学嘛，嗯然后上学就到最后就大学没有读完，然后就去工作了，嗯。然后工作就弄得就也挺难过的吧，就这几年就到今年之前也没说很认真的谈，大学没有我毕业就工作了，现在没有大学毕业证吗？没有，啊，就是为了他，然后导致了整个的人生发生了一些改变。也不算是啊，也不能给人家强上这种价值，也就是，嗯、也还好，就自己的选择，包括当时可能也有一些引导啊。所以你认识现任是在那个软件上，你是对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吗？是，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是，对，然后你俩是互相喜欢，应该算吧。为什么会迟疑呢？因为他是处女座，我之前没有谈过这个星座，嗯，就是也没有这个星座身边的人，所以说就是可能，他比较事儿吗？嗯，不是，就是土象可能都有点慢热，他慢热，有一点，你是什么星座？我白羊，哦，然后你觉得你是外向的人，对，就是我会很主动的表达我的喜欢，所以现在2个月在一起是愉快的吗？嗯，其实也有不愉快，就是这中间就是类似于大概在一起10天左右的时候吧，嗯，就遇到他过生日了，然后他喝醉了，然然后后我拿他手机给别人，就是他让我拿他手机给别人发消息，就回一下消息，然后我呢没忍住看手机了，啊，然后就发现了一些，他就说我有点太黏了，什么什么之类的，你看到了什么？就看到了，他说我就是啊，他跟别人我抱怨说你比较粘人对跟他朋友，然后啊，说他你年纪大吗？对，我也是88年他， 88年还好吧？88年嗯到18岁啊，18岁那也还好，其实也还好12岁，是12岁，对，十二岁也还嗯好所以你看到之后，你心里会有很大的变化吧？然后接着你先听我说，就看完之后，然后嗯、就是我不知道问他一个啥，然后他就说了句他最爱他前任，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呀？他应该喝醉了吧？我好像问他，我具体忘记我问他问啥了，然后他那儿犯嘀咕，就那说哇我最爱谁谁谁啊、所以你俩有聊过这件事情吗？有聊过，他是怎么解释的呢？就当天晚上我就直接走了嘛，我在他家嘛，然后大概他喝得很醉，他那天大概喝了有2斤白酒，2斤多吧，然后我就出去找了酒店住，然后隔了大概1-2个小时，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家里怎么没有人了，但是他当时没有看到手机消息，他也不知道发生了啥，然后他以为我在作他，然后我就回去了，我就很难过的那一种，然后然后到第二天就开始说这个事情，我打岔一下，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对象跟我的朋友抱怨说我很粘人，不足以让我很难过啊。但是第二句挺难过的呀，
他更喜欢他前任。哦，他说他最爱，不是更喜欢。所以他是第二天他怎么解释？他第二天的解释就喝多了呀，也没有什么解释啊，所以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也没有不了了之吧，就是啊也算不了了之吧，我也没怎么作，就是我也不是很作的人，我就觉得我喜欢，然后我觉得也没啥，我就觉得，然后我就阴阳他嘛，然后就道歉嘛，哦，然后开始哄嘛，哄嘛我又不是那种，这段我是那感情里谁是一呀？我吧，啊，好，但是我们没有一定过，为什么？他身体的问题，他身体痔疮。对，哦，就是我俩认识的也很快，然后节奏也很快，就发生的太快了都一切，什么太快了？就是认识的时间也很快，就在一起可能也不是说刚在一起可能几天，我就比较想确认关系，我就觉得我挺喜欢的，但是你们的进展很慢呢，就是你们还没有那个。啊，那也算，啊也确实，对啊，我们成年人都是先那个，然后再确定关系。啊对，也对，就是所以现在就是不尴不尬的处着。也不是不尴不尬的处的，其实他做的也挺多的，作为他这个年纪来说，就是我也能看到他在做一些什么啊，包括可能自己 PUA 自己吧，实在是真的喜欢，就是其他人可能也就算了。啊，很喜欢那种。他是什么类型啊？熊175190，然后对， 175、190、88年，然后是个0，然后你是00年185、91，啊老，就是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就是就是我其实想上来聊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比较考虑的比较没有怎么想好，是因为这个年纪人可能涉及到一个要小孩的一个问题。是倘若就是不管我俩走多久，或者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年纪的人，所以说我想把这个，就是我想问，就是因为我觉得要小孩我是能接受的，然后就是你跟不跟家里说，或者是这个事情我比较在意，我比较在意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出现，然后我的出现会不会给你的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以后带来什么样的负担？因为我觉得，我即使跟你在不在一起了，可能在一起之后没有很多感情了，但是这个小孩我肯定是很爱的。同样，我也不希望这个小孩因为我去受到别人的非议，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我是不是想的，就我也蛮在意的吧，就是。我给你的我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或者说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先走走看吧，长不长久，你想的太远了。因为，我是这么说，要小孩这件事情会影响你俩的感情。我也觉得，对，因为肯定是会影响的。我也行吧，我也不知道。你知道一个，就哪怕他是0，或者说他年纪很小，只要他有孩子，这件事情立马就会让他改变好多。这个改变好多，可能就会孩子可能在出生之前都无所谓，孩子一落地，他就把你很大的对你身上很大的一个关注点就完全给孩子了。所以孩子其实是跟你争宠的。很多的 gay 有孩子之后完全会。我因为我前任就有小孩儿，我已经受过一次伤害了。对，我现在但是很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只喜欢这个年纪的，所以说这是我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所以说包括就还有刚回来也接触过另一个，对我也挺好，我也觉得还行。但他小孩就是他刚离婚，然后小孩差不多1岁多一点，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说不行，我就说不 OK。但是又遇到一个感觉还不错的想接触的，
我发现又要面临这个问题，我就想着，那以后还要面临，那要不要试一试？所以说，可能想的有点远，但是我觉得也，就是那你咋说呢？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话，你就别想太多，你就直接去做。做完之后，可能对你整个的人生，因为不要怕错，就是你先做嘛，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伤害了怎么样的，不会让你死，也不会让你就是变不是，这样，因为人的恢复能力是很快的。你就相信一点，就是说，只要你勇敢的往前走，哪怕经历再多东西，那都是你该去经历的，所以不要怕，不要想着说怎么能让自己没那么就是受伤之类的，就往前走就好了。因为我也跟别人还不一样，你的想法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本身你还喜欢孩子，想融入到他们，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心理的一个强大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跟一般的 gay 还不一样。那你就完完全全你就索性再大胆一点，就是接触融入，然后经历就好了，不要害怕。对，我倒是也不是，也差不多吧，就是还行。我是怕到时候我跟他感情分了，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伤害我能弥补得了。我这害怕，倘若有一天不用我跟他想那么多，谈时间，就是孩子这个事儿，你都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孩子，我就说句实在话，孩子该经历的东西，那个确实是跟周遭的人有关系，但是孩子该经历的东西也是他的命运使然，不用担心这些东西，只要给他造成不是说特别强烈的伤害的话，我觉得这个跟你没关系，这是他的命运。这你要做好的就是说，哎，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尽量的正面，或者说尽量的给予他关心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东西你要考虑太多的话，整个的世界都跟你有关系，其实你太累了。行，我看到下面这些评论，哦，行吧，好吧，我可能想的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哎，也还好吧，就确实是想跟人家好好谈，但是，哎，也就那样吧，他的态度也模棱两可，哎呀，搞不明白了，就是真的喜欢，有点恋爱脑，上头挺快的，确实你就是面临这么一个年龄段儿的一个选择呀，对吧？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你喜欢40多岁的人就不会了，45左右你就不会了。就是我也不是说就喜欢这个年纪段儿的，就是遇到的就是这个年纪段儿，我也没办法，那我也可能也是真的喜欢，就是看到这个年纪段儿，就这种身高、体重，然后双眼皮就不行了。双语，你之前是在北京上班吗？没有，在成都跟上海，对啊，我从你的交流里边，我就能听到，就是那种大都市的那种 gay，就是能听出你的眼界和你的这个认知啊，其实跟一般小县城的人其实是不一样，所以你能想到这么远，或者说你的世界这个观察度是在这个位置的话，你其实你就索性就大胆一点，就不要想那么多啊，不要想那么多。对啊，就我觉得我还蛮真诚的，我觉得我不他管很真诚，我觉得跟他聊天，我觉得很真诚，而且是可以能聊一晚上的人，我觉得我觉得能聊一晚上，而且反正就建议就是鼓励你，或者说就是希望你就是大胆一点，还是哥哥还有一个事情要问，就是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最近比较发生，就是两个人有争吵的点，就是因为我是出柜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可能开玩笑，就是想见我妈，然后就啊是就类似于我出柜了，然后但是他可能也没那么想，只是说了一句，但是我就把这个事情已经安排了，然后在吃饭的当天，然后他有一个摩羯座的朋友，啊然后就说我是不是可能会以后缠上他，或者是因为我年纪跟他差有一点多嘛，对他可能担心就是如果我跟他分手之后，我妈会不会找上门啊，或者什么什么，大概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就大概这样。然后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他我不会了，就上午我跟他说不会，然后他下午来我城市了，然后又跟我说了一遍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有点生气，所以然后晚上还是见面了，跟妈妈然后见面了，
然后跟我妈见面了，然后见面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就很正常的一顿吃饭。然后她就有点不开心，她不开心的点是我给她露脸了，就是给她甩脸子了。下午打电话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跟我说啊，我为你考虑那么多，就是我也是替你，哎，她具体咋说来着？反正就是她说她替我考虑，怎么样，我就觉得老是在 PUA 我，然后咋了，我说处女座这方面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当时呢，我就想了，哎，老爱你，不能这样，我当时就想，我说我爱你啊，你现在咋说都行，但我不爱你了，就这样吧。就是，哎，我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太久不谈了，然后谈就算就是这几年那段分手之后，这个算时间久的，然后就又想往下接触，然后又想快速，就也没有那么恋爱脑，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哎，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就是喜欢爱情的样子，但是我感觉喜欢他也就还好。不是就是我跟你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顺畅，且我能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你这个年纪在经历什么，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其实就是第一点，就是不要想太多，就往前走，因为你想太多，你的人生刚刚开始。你不要就是说问别人说我应该怎么谈，或者说这一段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不要问，就直接去做。比如说你30多岁的时候，你有一些困扰，或者说40多岁你还依然不会谈恋爱，你可以问别人，因为你20多岁，你这些问别人，你也不是适用你的这个方式。相反，就是你要勇敢一点，就去经历这段感情。我告诉你，你24岁，你的眼界包括你的经历，一定决定了你注定不会就这么几段感情。说实在的，我从现在对你的了解，包括你以后的一个发展，可能你这辈子可能会有50个对象，我这说的保守一点，就是因为你的认知，包括你的这个状态就不是小 gay，你就会可能以后说不定某一天我会看到一个网红或者说超级大主播，然后我那个人其实就是你，因为你的整个状态就不是像我们24岁的状态，你可能会接触更多更宽广的生活，不要害怕，往前走，就是错了对了错，就是这什么这个人我失去了，我难过了，这都是你该经历的。也对，是的，我只是害怕我丧失了我对于爱情的追求，我就觉得，不，你过几年你，而且这爱情可能在你的生活里边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的思想真的打开了，已经打开了，那你就不会拘泥于这个东西。你可能以后你会就是纠结于就是说我的身材怎么样，或者说我的工作我能通过我的身材我去获得怎样的一个成就之类的，那都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爱情是你这个阶段你会沉迷它，下个阶段你沉迷的什么东西咱们不知道，多经历对你没坏处，而且人生就是经历，不用害怕，就是什么这个人如果我失去他，我怎么着了？失去就失去，你还年轻，太年轻了，24岁太年轻了。我24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土包子，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特别洋气的这种什么北京、上海什么什么成都，我没接触过。所以你的24岁就是很丰富、很多彩，去经历它就好啊。行，行，这是挺好的，加油吧，加油加油啊！好，谢谢，好，拜拜啊！好嘞，就主要就是他太年轻了啊，他太年轻了，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对的啊，经历什么都无所谓啊，这个年轻就是这样的啊。来，我们来连下一个，谁准备好了跟我说一下来。你呀，来摸了，来，你好，你好，你好，哪里人？听得到吗？听得到惠州。啊，你也是惠州的对，我是你的粉丝，啊，你是我的粉丝啊。就是前几年有跟你加过微信买衣服，现在微信应该删除了吧？
删掉了，你删的应该是。就买完衣服就删掉了是吧？不是我删的，应该是你删的。是我删的，这里应该我会做出这种事情，对是我删的，我承认。好，因为多大我是年纪啊看你你多大年纪27了， ？27 27，啊，那这个是1还是0啊？ 0偏0。那我们现实当中见过吗？就是你去过我酒吧吗？没有，虽然因为我胆子比较小吧，就是我都没有去过 gay 吧。啊，那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我没有去过，算单身吧，因为我是看你这个剧进的圈，然后因为我是喜欢上一个安徽的熊，然后呢？然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是，然后我就刷抖音嘛，就刷到了你那个网剧，啊，然后我就搜是 B 站吧还是什么搜进去了，然后全部都看完了，然后我才知道我那是就19年那会吧。不是，我说你现在是单身吗？单身，对，因为对你没接触过吗？你谈过恋爱吗？有啊，有谈过吧？分手了。我不知道算不算谈，什么叫算？我感觉你们进展到哪有点步了？就该做的都做过。那为什么不算是谈呢？在一起多久呢20年年底开始，然后到过年吧，这3年过年？3个月。3年吗？三年。3年啊！我的天呐。3年，因为刚开始说的是跟我谈对象嘛，然后处着我们关系就开放了，所以我有点等一会儿，不太处着就开放了。就是不是同居那种嘛。对，在算是固定一起多久好友。开放呢？大概半年这样子。是你同意开放的，还是他就是你不同意开放，他非得开放？因为他也有他喜欢的他的前任吧，那不就就是是他们还处于没有分的状态。那你俩还会发生关系是不是？对，啊，就是由就之前那你俩确定过关系吗？确定过吧？刚开始的时候见面他就问过，然后我都刚进圈嘛，就是说那就试一下，因为没有谈过。确定关系了，然后就是说老公老婆的那种，对，然后后来那他开放的时候，俩人没有一个正式的这个谈话说，哎，要开放了之类的，有说过吗？好像是没有，因为他和他的这个前任也还有接触，所以我对于他是已婚的嘛。哎呦，对，然后他是已婚，他又和他的前任也还有接触，所以我对他的那个投入那些情感投入也不算太多，只能算是固定的一点的那种炮友吧。那我大概懂你说的，算是这么说我懂。所以对，现在彼此还是有联系，然后还会偶尔见面吗？有5月份见过。那对他会有一些思想上的一个依恋吗？我们有同居过一段时间吧，因为有跟他一起干活啊什么的，因为他是做装修的嘛，然后我就跟他打一些下手什么的，干过活，所以然后同居过大概半年。你心里会依恋他吗？不算太依恋，因为他身材是我喜欢的，但是脸型啊那些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吧。OK，所以这段感情其实也是也损害不了你，也伤害不了你，是不是？对，那就还可以。就是没有投入太多。
那你接下来因为我知道他是已婚的，我比较清醒的那种，他的整个重心都放在家庭里面的，他跟我也只是就直接就说是那种关系嘛，对固定的那种关系嘛而已。有一点点固定的关系的性。对，所以有准备好就是开展下一任，就是下一段关系吗？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还是挺想谈。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状态不太健康。开展下一段感情之后，你对另外一半有什么要求吗？要求的话，因为我也算没谈过嘛，但是我在我的认知里面，谈的话就是一定要大家都诚实，都放开的讲嘛，就是不要有那种说什么欺骗。我就之前跟别人这样说的要谈过嘛，然后他说怎么样说，他说他上班上到12点，你知道吧？然后我说我跟你已经开始了，怎么就是说很假嘛？他应该是那种单纯就骗人的那种，我就觉得要诚实。对。后面就没有联系了，就是单纯的那种，可能就是约的那种吧，他可能那种骗炮。对。就是说的要什么谈朋友，我发现我这种类型好像找我的全是约的。就没有几个是真心要谈的，我也不知道为啥。所以你对外形有要求吗？熊吧，壮然后壮的，然后身高壮熊之类的这种类型。身高没有要求，没有要求，只要壮，然后胖一点。壮胖，最胖一点，偏胖一点，有肚子那种。你是1还是0？偏0。我跟我那个固定的朋友都是做的0，然后他呢？怎么？他跟他那个前任都做0，怎么做呀？不是我跟他我固定做0。OK。然后他跟他那朋友是固定，他也是固定做0。就是他可以来回转换，是不是？对，就是他在他朋友那里做0，然后在我这里做1。你没有开玩笑问他说你更喜欢哪一种？他肯定喜欢他前任啊，他说问过他前任，然后他1还是0呢？你没有问过吗？他是觉得我的有点大，然后我们又没有买纹的嘛。他说他要纹那个的话，他可以跟我做0，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偏0，所以我也不太需要他做0。行，挺好的啊。大家如果说有对这个男嘉宾感兴趣的，咱们可以联系啊。但是你得能接受这个 bug 啊，你得能接受这个 base 的啊，对不对？不是真的没有，他的前任是比较小的那种，所以他不是觉得我的小。对，你们要能接受bug的话，你可以特别是刚才有一个惠州的朋友，你可以就是俩人聊天啊。你看这个 ID 可以就是私信一下，然后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好不好？咱们那个还有一个你说想问一下你是在惠阳的哪里买房？这不能说吧？这个就行吧，不能说，你这说了的话，因为我本来也是惠阳人。你也是惠阳人？对，我老家是惠阳只是我在惠城而已。没事，咱们就是那个可以私信，然后那个留个联系方式，然后到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之类的，好吧？好。好，那就这样啊，那就这样，拜拜。好，拜拜。拜拜。在这。来，我们来下一位啊！来，下一位准备好的，我来，明知，你好，明知。Hello。哪里人？我辽宁的。辽宁的，多大年纪？21了。21，现在还在上学吗？
今年刚毕业，刚毕业，学什么专业的？我学前教育，专学前教育科大专。啊，那就是属于就是以后要去当幼师。嗯，是正常来说应该是的，但是就是家里其实不太希望我在这方面就业，然后就是想让我考个专升本啥的。啊，就是要继续深造学习之类的。是。那你是1还是0？0.5吧。0.5。感觉嗯，你是有一点点情绪不太高的样子，是有什么心事儿吗？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只是最近压力有点大，因为那个学那个专升本啥的，就是比较难，那压肯定难，我力有些大。觉得这个东西肯定难，特别是这种学习的东西，我觉得难的啊。那现在是有男朋友的状态吗？没有，现在单身。啊，单了多久了？单身也这个我不太好算，其实，因为我跟我前任其实，我们两个说了分手之后，然后就是也没有说立刻就是断联系，然后也会有聊天，然后就是互相拉扯，他是有想复合，然后我一直没同意，然后啊，那你就最说你俩你近这段俩时间才，说分手，你俩说分手离这多远了？就是多久了？我俩分手的话大概是在暑假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吧。啊，就是6月。差不多。啊，刚分手的是6月，就距离现在已经有3个月了。那上一次开张是什么时候？我吗？还是嗯，他？你我的话也是分手之前跟他。哎呦，那还就是现在还在想他吗？或者说就是放不下吗？也没有。也没有。那你连线你说不想，上来，其实挺怪的。那你连线你想跟我分享点什么呢？就是聊聊上一段感情吧。好，上一段感情，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俩是通过一个算是朋友介绍的吧。gay 的朋友介绍的。对。你平时会就有 gay 的是一些朋友，然后聚会之类的吗？不会有，我对 gay 的接触就是很少，特别特别少。那他是怎么介绍的呢？是你 gay 的现实中的是朋友吗？是因为怎么呢？就是大概在去年的8月份，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跟上一任分手有2年了，然后2年也没有考虑过找对象，然后也没有接触过圈子里的人，然后就是突然就是想找个对象啥的，就是下了个小蓝，然后嗯，看了一圈儿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那啥的，反正上面都是约的那种的，就觉得就是挺没意思的。然后在上面那个时候是家附近，然后有一个说刷动态刷到的，就是外观啥的吧，就是长在我审美上的，然后我主动去跟他说话，然后加的好友，然后认识的，就算是朋友吧。也就是他说他当时是跟我说他不想谈对象，但是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有对象，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跟我说。然后就我们两个就是只是那段时间认识一下，然后加了个微信，然后就也没有后续也没有什么了。他是因为8月份嘛，然后他开学走了，他家是我这边，然后他上学不在这边，我家是辽阳的，他在大连那边念书，他去大连那边念书，然后就走了，也没有过什么过多的接触。然后我的那个对象吧，就是家是大连的，
家是大连的，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是来辽阳念书，就这么的通过他认识的。嗯，我大概明白了。那就是，嗯，你对象其实也是跟你差不多年纪，那你喜欢他哪一点？当初跟他接触谈，就是纯粹就是图他长得好看。啊，图他长得好看。那最终分手的原因你，就是你们明确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主观原因是他出去乱搞，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就是可能是性格上面的问题，也有一些挺多小的别的啥的。在一起多久？在一起，我们两个是9月末10月初那个时候在一起的，去年到今年的那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也差不多。啊，这么短的时间他就开始乱搞了。其实我们两个是，如果要真正这么说的话，我们两个刚在一起1个月不到，他就出去跟别人有过。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他跟我坦白之后，我选择就是说原谅。他说他以后不会这样。他以前就是说他之前谈的恋爱，他是那种开放关系，然后所以就是他觉得可能这种东西他不太在乎。然后我跟他发生过这件事之后，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就我很在乎这个事，然后他也跟我保证过不会再发生，然后就这样了。不是，那你俩那方面和谐吗？我们两个算是，怎么说呢？我是0.5，然后他是纯0，然后我是在扮演1的角色，然后他就是需求特别特别大，就是有点喂不饱，我说不上来。特别大是什么意思？就是嗯，能说的就是嗯，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他经常就是会想这种的，就是每天都可能都脑子里面都是就是会有这些。那那你能做到的是多长时间一次啊？我能做到最频繁的话，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连续一周天天都搞，然后我身体绷不住了。后面就是保持在大概一周2、3次差不多。这个他也不满足。这他就是满足了，然后算满足吧，就是他勉强接受了。后来就是他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是9月份，10月份吧，算是10月初吧。然后他是来我家这边上学，等放寒假了他就回家了嘛。回家之后，他放寒假的那段时间就是有出去就是找，就是这种。那据你的了解，他是只在外边跟一个人搞，还是到处搞？有固定的，也有到处的那种的。那你这心里真的不介意这个事儿吗？你居然第一次发现的时候你还原谅他，你原谅他的理由是什么？我第一次发现什么？第一次就是我们两个刚在一起那段时间，然后他跟我说，这个人就是啊，我该怎么形容呢？他首先是这个人，他们两个没有依恋，然后就只是单纯的互相品尝了一下，然后然后他说去找这个人，当时是因为他没有多少生活费了，然后是为了让这个人去请他吃一个那个联动的套餐，然后因为那个联动套餐的周边是我喜欢的，他为了送我这么个东西，所以去做这个事儿。
你信了？我信了。然后他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上头吧，就是恋爱脑吧，说不上来，就是反正现在想起来感觉有点傻，就那个时候我就是信了，然后我当时其实挺崩溃的，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我觉得吧，不算是那种很快节奏的，就是说一见面就在一起。但是他跟我说是很快，我们两个是9月中旬加的微信，通过那个朋友嘛，然后正好赶上10月1放假，我出去旅游了，然后他回老家那边，然后就是在网上互相换了照片，然后就是聊嘛，就当时聊的还不错，暧昧啥的那种嘛，然后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感觉还都挺对的。然后等他开学了，然后我也就是旅游行程也都结束了嘛，就回家了。然后就是见面，然后就是他是上学嘛，他是上午有课，下午没有课，大学那种的，就是他可以随意走动出来，晚上回寝室就行。然后我基本就是那段时间天天去找他。虽然后面也都是天天去找他，就是一个礼拜吧，差不多见面有一个礼拜，然后有一天就是下午我们两个去洗浴中心去澡堂子洗澡，然后他就是我本身是我比较喜欢他嘛，算是我追着他吧，我比较好色，就是他长得比较可爱那种的，然后我就是对他就是摸摸搜搜了啥的，然后他就把我拉到卫生间，就是把我强吻了。他主动一下，然后我就以为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了，就是，就其实然后就他一直是在一起，玩的都挺花的，或者说他玩就是感情里边，他其实是比较容易开始的，只是你不知道。对，就我当时是以为我们两个在一起，但是后来我们两个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在他那里并没有，就只是他的说辞就是，当时就只是气氛到了，然后就是亲了一下。所以你现在回忆起来，你俩有没有就是呃有没有就是说非常开心的阶段？我有，从头到现在，其实我就觉是有的。得说你俩的感情其实也没有多深是，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我后续才知道的。啊。我那段时间其实并不知道，就是沉溺在爱情里面吧。然后就是反正我以为我们两个谈恋爱了嘛。然后当天晚上从洗浴中心走了之后，他就回学校了。然后晚上跟他聊到了凌晨，就是聊到很晚很晚。然后第二天去见面去找他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是把我的手机，就是公开给他嘛，就是说我觉得谈恋爱嘛就是要坦诚，我就是直接给他录了我的指纹，然后什么密码全都告诉他了，就说你随便看，然后他就是当时就是，他就当时还挺惊讶的，然后挺惊喜的，然后就是有把我就牵我手拍了张照片给那个闺蜜发过去，然后就是说谈恋爱了啥的，然后就是之后我们两个就是我那段时间是怎么的呢？我去年是实习期在家，然后我是申请的自主实习，我没去实习，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一年我都可以闲在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我就是每天都去他学校找他，每天都去看他，每天都去陪他，然后就是这样。然所以你跟后他最终分手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觉得他的世界跟你的世界不太一样，是你提的吗？对，其实我说不上来，好像应该也算是我提的吧，我提的分手。所以你到现在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我觉得我没走出来。因为我能感觉到你好像没走出来，因为你跟我聊的这些细节的东西太细了，就说明这个东西这些细节的东西其实是对你是非常非常重要且你很在意的。
所以你跟我描述的都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你是在乎的。我很在乎这些东西。那你有没有细考虑过，节就是说，哎，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或者说你俩，你去改变就是自己的思想，去重新跟他在一起，你有考虑过吗？我曾经尝试过，因为他之前跟我你怎么表达的就是尝试的？我说就很好奇，他以你怎么前的，尝试的？就是给自己做思想教育，觉得说，他这个其实是合理的，是正常的。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因为我听你的描述，他玩的挺花的，你有没有去了解他的现场？我操，这个有点做不到。做不到是不是啊？这个做不到。其实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一个玩伴呢。差不多吧，但是其实可能他在我这儿找的更多的就是精神上的陪伴，肉体上的他好像就是，你给我精神上的就好了，肉体上的我另有选择那种的感觉。但看起来他要的精神的东西其实蛮少的。其实来说不少，只是我更在乎的这些事情是我刚才表达的。嗯，所以你是，完全接受不了别人出轨这件事情。对，我就是对这种事情完全接受不了。就是后来是因为什么事情我才知道这些事儿呢？就是原先我对这些事完全都不知道，包括他寒假在家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寒假有找假期工，然后就是很忙，然后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会跟我们两个就会很甜蜜的那种，就是通话啦或者什么，就是都是很特别甜蜜的，就是很沉浸在其中。等他就是寒假结束了回来之后，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经济压力嘛，就是找了一份工作，然后那个在奶茶店打工，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没法做到像以前一样，就是每天都去陪他，然后可能就是，然后他空闲时间出来了，就是在附近就是玩的就是比较开，然后是有一次那天是他来陪我来看我来，然后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他去上厕所，手机就摆在上面，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就是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看到什么了？就是他是怎么的呢？是有一个男生是他之前来辽阳这边的，就是在跟我谈恋爱之前约过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是在他跟我谈恋爱之后，这个人还想找他，然后我发现这个人之后，他当着我的面给这个人拉黑删除了，然后我发现了那个人就是他们两个又加回来了，然后有聊天。聊什么？尺度很大吗？我能看到的其实不多，因为他之前有清过聊天记录，我能看到的对话就是那么几句，然后他立刻回来了，抢走了，我也没有看到多少。其实那你们不会因为这个事吵架吗？吵架了，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分手了，然后他就是回来找我，然后说没有，就是说就只是当时因为我上班工作忙啥的，然后他没有什么朋友，就是加回来聊聊天啥的，然后我就是也信了，就是他就是说，他还他还说我要不信的话，可以让我去找那个人，说问他说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然后就是我就是信了，说他啥也没发生，就是加回来聊天，然后我们俩复合了，然后到后面他突然有一天跟我忏悔，说那个对不起，我就是其实去找他了，然后还跟我忏悔说以前在寒假的时候在家其实去找了他的那个故炮，然后去找过几次，然后就开始跟我忏悔这些东西。听到现在我都就是蛮心疼你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沉浸在这些回忆里了。然后你喜欢什么类型啊？就是喜熊吧，可爱一点那种。可爱熊你但不是那种特别母的那种，跳 K-pop 的熊可以吗？那种的不是特别，不是特别，就是就是熊对于你的适合我。你对熊的定义是多
多重啊？就是身上有点肉，有点小肚子啥的。啊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咱们就是也没问你身高体重，你身高体重多少啊？我1米85，190斤。啊，那你喜欢这个熊，然后嗯可以可以可以，那大家就是这样吧，咱们就是有对这个明知有兴趣的，咱们可以扣一下啊，咱们扣一下私信一下，然后聊一聊，好不好？那个不要总想着过去啊，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有一个人能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你上一段感情，我觉得完完全全你在干什么？有点不值得。是。希望你未来会幸福，好吧？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嗯，啊，咱们就有时间再聊啊，拜拜。好的好的。来，我们下一位谁准备好了？还有2位，我是不是连过你啊？坤呀，我是不是连过你？你这个 ID 我怎么看着这么熟啊？啊，你这个 ID 我怎么这么熟啊？来，还有谁想连线？来，咱们抓紧时间。谁准备好了？准备好的，咱们来连线啊。喂，哎，你好，怎么称呼？您叫我锅盖就行。锅盖哪里人？对。山西太原。太原啊，太原对太原人印象很好。多大年纪？跟您同岁。你也是17吗？不是我92年的。我91年。对，然后应该是咱们差不多。但你的声音听起来比我更沧桑一些啊。有人跟你说吗？就是你的声音，就是很就是很野性。没有吧？就是您不介意我去，就是包括咱们现在这么多观众，我去阐述一下我的这个身世或者经历什么的，是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您介意吗？就是那您不介意的话，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说我生来就是就身边的亲人只有一位，对，就是我的父亲。对，我从小就是我只有这一位亲人，就是这样子，而且就是说我们关系也不是特别的近。对，就这样子。我现在就是已经好多年，就是一个人在外边生活，就这样子。就是包括之前，有干嘛，就是也谈过对象干嘛的，也是被人甩的那种状态。对，就这样子，就是然后现在就是，也是刚刚吃完饭，然后干嘛，就是无意当中进来咱们直播间，因为我经常看你的直播，你知道吧？就是可能也是趁着喝了点酒，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表达个什么，或者是去赘述些什么，然后就是无意当中点了一个连线，然后就莫名其妙，然后就是您这边也接受，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表达个什么，就是咱们再简单，就是说您可以提问我一些问题，或者说我去问你一些问题，就是说您不介意的情况下，咱们去聊一聊。如果说是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或者是这个阐述的一些东西占用了您的时间，咱们就是可以直接挂掉，就是这个样子。我其实对你还蛮好奇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吗？就被甩了之后就好多年了，对，就一直好多年了，为什么好多年都没有开始新的一段呢？就因为可能是我感觉
就是我从小可能经历的一些东西有关系吧，然后就没有再去，我感觉就是说，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说，虽然我父亲跟我也不太近，也走的比较远，但是我想的就是说，在满足他的一些对我的要求来说，就是他希望我结婚生孩子，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在很努力的，就是在争取他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不想考虑那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事情，就因是说为你想满足父亲对你的一些期待，所以就是说期盼，对，你在就是筹备结婚的事情，但是你现在你觉得你能完成这个他的一些期许吗？我感觉就是说，在他有生之年，因为就是说，咱就是实话实说，我感觉我爸也活不了多久了。是，咱就是实话实说，因为就是说我爸就是说，他是一个，在30多年前，就是我就是2、3岁、3、4岁的一个样子，他全身也就是从膝盖往上，就是已经全身都烧伤了，你知道吗？哎呀，就是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事实他也活不了多久，就是说在他这个期许之内，我尽量的去带姑娘带什么去回家露面，就是这么个样子，对，就是这么个样子，就是我确确实实咱面对女性呀干嘛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感觉。生理冲动，对，就是这么个样子。就是说，在他有生之年，我就是说多露面儿，哪怕是我颠三倒四，我换女的都行，换这个换那个都行，只要让他心里边高兴，我让他笑着走就行，即使我们都不亲近，你知道吧？因为我已经有大概3年的时间没有回家见面了，包括17号中秋的时候，我给他发了5000块钱，转账转了5000，我说爸，你买点那个酒，买点那个烟，抽干嘛的？我们也没有发视频干嘛，他也没有回我消息，只是把那个钱收了，然后我挺沮丧的，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我还想着这是国庆马上就到了，因为我自己在太原这边不是自己在做那个，自己开了个公司，然后我想这是国庆，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我去租一个人都行，我就是再回去跟他见个面，就是这样子。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就是喜欢什么类型的这个男的？就是说实话了哈，就是说，卡了吗？估计这个大哥是那个就是躺下了，应该压着手机了，可能是。现在能听到吗？能听见。我刚才可能是压手机了，没听见刚才。哦，我可能是用那个小拇指，我现在举着手机，小拇指可能堵到那个话筒。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类型我除了比较瘦的以外都行。都行。那对，就是之前谈过以往的一些恋爱，最长的能有多长时间？最长的3年。3年。对。方便聊这个3年这段感情吗？对，他3年聊了3年，就是说他是在我们那边一个，我是在省会太原，对，对，他是在那个雁门关，您听过吗？听过。对，他是在雁门关，就是雁门关脚下的那个县城叫代县。对，他是在那边，然后就是说，大部分时间都是他来找我，他确确实实是喜欢我，但是我一开始对这个人并不是有那么的感冒，然后后来慢慢时间久了之后，我也有冲动，我也喜欢他了，但是后来就是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年纪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他是公务员，啊，他年纪大还是小？比我大3岁。大3岁，其实不算大呀，就是对，比我大3岁。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我俩一直感情也挺稳定的，就是说，包括他每次来省会找我，或者是我有空的时候，因为我这边不是开着公司，然后我时间比较少，我回去找他，也这是很正常的嘛，对吧？就是说，情侣之间，然后后来就是说3年的相处就是很正常，就是这样很稳定。就突然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就是因为就是一些谄媚的词语，让他姐姐看到了。哎呦，对，然后让他姐姐看到以后，就是，当天没有说话，第二天直接跟我说，他说是先不要联系了，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过了大概有几天吧，他说是他要结婚，就这样子，然后他就，分手的时候也不存在分手，就压根儿就没有说是什么在一起，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说，俩人没住在一起，然后也没有那么黏腻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感觉，在我感觉来说，我们比住在一起更亲密，就是说这种保持距离的这种，我感觉更有那种，但是你能分得清是他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是迷恋对方的身体多一些，还是内心需求多一点？就是感情寄托更多一些。哦，对，然后他分手的时候给了我大概有，哎，我想一下，大概多少钱来着？他给了我转了5万了还是8万来着？嗯然后没有，我直接给他全数退回去了。嗯然后确实，我当时也说了一句挺狠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是，我觉得这句话挺狠的，你知道吧？我说的是，你说出来，让我们觉得有多狠，我看看有多狠。我说是这个东西，我说你想要拿钱去衡量这个东西的话，我说是，这些钱太少了。然后我说是我要让你记我一辈子。然后他结婚，他说他要结婚，然后给我转了一笔钱，他说咱们就当做分手的那个费用。然后他结婚半年又离婚了。嗯，对，然后他现在也单身，但是我不敢再去联系他了。我不想，不是说我不敢，我不想再去打扰他了，你知道吧？因为至少就是在他的父母来说，他的年龄来说，他已经该去完成那个使命或者那个什么东西了。我不能再去，因为但是我的理解就是他已经离婚了呀，而且他是不是已经完成有孩子的这件事？关键就是在这儿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可能他还会结婚。对，他可能还会结婚，所以说我不能，就是在我们这儿的，定义或者是那个什么来说，就是我不能，我觉得就是从第一方面来讲的话，你怕影响到他的生活。第二点就是，如果说他再结婚的话，对你也是另外一种伤害。万一他又决然的就跟你分开，其实对你不公平啊，我觉得这个。我跟你说实话了，哥，我跟你说实话哈，就是说这个东西从来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因为对于我们3年的相处，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来说就是已经是一种奢求的东西了，我很满足这3年的东西，3年它带给我的快乐，你知道吧？就是说我提什么要求，他都会满足我。他会，他会，包括我有一次去了那个银川那边，你知道吗？他驱车，他半夜他开车开始走去银川找我，知道吧？就是很多东西我都很满足了。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说人家父母，包括我现在没有见过，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见过人家的父母不像我爸爸一样，就是残疾人干嘛的，至少在人家有生之年，人家都是有希望去看到这个
孙子呀、孙女啊这些东西的，我不能去破坏人家的东西。我觉得我那样做的话，我太自私了，嗯，那没必要。那我很好奇，你俩这段关系里边，你是做一还是做零啊？我，嗯，您猜一下，大概您猜一下。我从你的这个交流表达方式以及就是声音，我当然就觉得你是一，但是我听起来可能，他还蛮宠你的或者保护你的。对，就是说从我这个跟你这个赘述里边来说，就是说大概听出来，啊、我是偏向于那个零对，方面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就是你的表达里，他其实是还蛮有担当，或者说蛮有自对，信心的一个状态。事实也是这样子，事实确实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包括到认识3年之久，我俩一共就不说多少次了哈，但是从来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发生过一次那个什么，就是那种正儿八经的那种。那是你，就是我很好奇，那你俩，是你没有这方面的欲望吗？你跟别人不是，就是可能就是说，不是每次都是他比关键时候掉链子，啊，对，我能懂，是这样。对，就因是为就是说，从我俩这个关系来说，我就是做这个零的这个角色，我是欣然接受的。说实话，我就是欣然接受的。但是，确确实实就是他，中间有过4、5次吧，确确实实是每一次都是那种情况，就没办法，所以他是做不了零的，是吗？做不了。啊，就是只能你做，然后你做，其实你也 OK，但是每次他还掉链子。对，但是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去计较过这个东西。就是说，在计较当中，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就是说他姐姐发现这个事情的这个东西也就带出来了。至于说后来能不能完成这个东西，我也干嘛？人家可能就是说，人家本来家里边条件也好哈，人家可能生活调理啊什么的哈，咱不说人家的坏话哈，就是说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这个事情，他姐姐发现了，然后他姐姐把这个他的手机直接就给他妈妈看，就是这么如果回事。说他是公务员的，他家庭应该也都懂这些东西，一看就明白了。但是说了以后，就是之后结了婚，结了半年又离婚，离婚之后就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再结过婚。这是我现在至少我单方面还在关注人家。所以虽然说你的理性告诉自己说不要去跟他复合，但是其实你心里还是会惦记他，对吧？我告诉你哥，是人都会这样，是人都会这样，但是说就是说，看你就是说你自己拿捏那个尺度怎么样。有的人可能去咆哮的，可能去丧失理智的去挽回这个东西，有的人就是说理性的去面对。包括我，就是说我不能说现在我这个状态是不是理性啊，至少我现在没有，就是说在他能承受的范围内，我没有再让他的父母、让他的姐姐再去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至少我们目前还有牵扯，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在默默的在看，你知道吧？我会通过其他人去问干嘛，但也不会太去深究这个东西。我只是知道一些表皮的一些东西，但是应该是事实，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听了你的故事，我能就是理解那句台词叫什么？爱其实是克制。我觉得你一直在克制，包括你们的表达，其实都是会比较克制。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再加上你现在的情况，你说你也想去结婚，所以就挺想关心你，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就这种感觉。
我知道哥，就是怎么说，就是说，我现在吧，就是说，自从就跟他散了以后哈，我从来没有，就是乱，就是你直播间老说的那个，就那个啊，乱约之类的啊，啊。对对对，我从来没有过，我不能说是洁身自好吧，然后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找过一次，从来都没有。我并不是说想着人家回心转意，或者是说我，就是说老天眷顾我，我去再去面对一次，再去给我一次机会。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年龄越来越大了嘛，这毕竟也有几年了。这个就是说，我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就是我爸这边的这个情况，因为我爸确确实实是时间不太长了，然后我妈那边的话，就是因为1岁的时候1岁半的时候就离婚了，你知道吗？然后对我妈家那边人家也有家庭，就是我这边的话，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失联状态，就是我现在就是说，紧着咱们老人，高兴怎么高兴怎么来，我现在顾不上考虑我自己，根本就想也不想那方面的东西，就想也不想，就是说偶尔刷到，就是说，咱们这方面就是说，包括你在内行就直播呀干嘛的，就是还有就是说一些那种的，包括他们那个标题是彩虹呀什么的，就是偶尔就是这些东西，偶尔刷到看一看，也就过那个眼影呀或者什么的就行了，就无所谓，知道吧？就也很希望有一段新的感情啊，或者什么的。不，当然如果他能在的话，那是最好的。但是，唉，很纠结，很纠结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是因为生意上的事儿喝酒吗？没有，这是单纯的是我一个特别关系好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刚结婚半年，他老婆查出来癌症，然后就是说，对，在纠结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个坑儿这个东西，然后就陪他喝酒，然后最近几天都在喝，然后因为这个缘故，他这几天天天来找我，然后他今天是没在我这儿住，然后就是所以说我才能跟你连麦。平常前2、3天晚上他都在我这儿待着。就跟你聊天其实还蛮开心的，而且，会很，就是你的表达能力就让我就是陷进你的故事里边，然后，我觉得咱俩可以就是交个朋友，然后加个微信。我别的我做不到，因为你现在你也谈不了恋爱，我也不能给你介绍对象，但是我有一些不错的片子，我可以给你发过去，然后你自己慰藉一下，对不对？就是咱们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还是可以的啊，咱们加个微信，好吧？能行哥？啊，行，那聊得很愉快，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好嘞哥。好，拜拜。好嘞，拜拜。拜拜。就是他很理性，他很克制，然后他知道他未来的路，他对自己人生也有很强的规划性。我作为一个听者，我其实为他能做的东西，包括能宽慰他的东西太少了。你像有很多人跟我连线，他们是想就是说问我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做，他是迷茫的，但是他完全清醒，完全就是非常非常有规划的一个人。那我们其实做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他的故事确实是又能打动我们，所以我能做的只有就是说，在他无聊的夜生活里边给他一些对不对？对不对？好，我们来连下一位啊，谁准备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位还在不在？你好，图图，你为啥不连我啊？因为我看你的 ID 太熟了，我不知道为啥，你是不是看我直播看很多年了都？对呀。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你好像被连过之类的。没有，你这是第一次连我。好的，那我应该怎么称呼您？你叫我坤就可以。叫你坤啊，多大年纪？ 28。
28还这么爱撒娇吗？我觉得你很爱撒娇，你跟我聊天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撒娇啊。啊，有吗？你是零吧？对啊，是零。这个哪个城市啊？我现在云浮，什么云浮，我山东人，刚来云浮。啊？山东人，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吗？呃，刚谈了一个大叔。就是一直都喜欢大叔。对，那要跟我分享你的感情经历吗？对啊，就是之前最早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在青岛上学的时候，然后当时谈了一个大叔。啊，这个不是这个大叔，是那个之前的一个大叔。跟这个大叔是怎么认识的？是从那个小蓝上，是在我们家附近的。在你家附近？那你抱着什么目的去上的这个小蓝？是真的真诚的在找对象，还是想解决一下？就是想找对象。啊，就想找对象。然后这个大叔他是有头像的吗？没有。没有头像。然后他跟你聊天还是你跟他？就是他肯定是跟你聊天。对，他跟我。然后就是然后发照片了吗？发了。是你的菜，你才出去见的面。哎，也不是，就是觉得他挺会，蛮 OK 的，岁数蛮 OK 的，不是菜无所谓。对，还对，就喜欢年纪大的啊。年纪大，你说的大叔是在什么年龄段呢？他当时说他58了。啊，你喜欢这么大的？就是你的范围，你能说一下吗？就是你喜欢大叔的年纪。55以内吧。就是58，对于你来讲的话，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啊，然后 OK， 大3岁，就是其实也无所谓，对不对？大3岁啊，58和55吗？不是？对，就是无所谓。无所谓，所以你见面了。我再详细了解一下，就是喜欢年纪大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是你对这方面是就是网上说的是缺少父爱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就是缺少父爱，然后从小我爸就是家暴啊什么的。OK， 那我就懂了。所以见了面以后是在哪儿见的面呢？在医院。这个约会地点蛮奇怪的。他是定期去体检了吗？他去检查身体。啊，对啊，然后吧，年纪大就约会的地方都很奇怪啊。因为我当时我也在医院实习啊。然后他去查体啊，然后我就去找他了。那你有看他的病历吗？他适合谈恋爱吗？当时就是查出来有那个稍微的轻微的前列腺钙化。啊，前列腺钙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基本上到了岁数，男人基本上都会有。钙化是软？不是，就是前列腺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些硬，就是前列腺肥大。行，那咱们就是说见了面，然后那个他有通过你的关系，然后就是不用排队吗？是之类的？不是，就是我陪他去，然后我去看了看，然后之后他就做了手术，然后之后我就回青岛上学了。回青岛上学之后，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说好像是医生给他误诊了，说把他前列腺切除之后，然后发现他什么肠子有问题。然后我就说我去看你吧，他说别来了，然后我女儿在这儿，
然后当时也是一段时间没联系，但是他就是我们之间，就是他包括对我交流啊、谈话啊，对我都很好，就像一个父亲一样。然后我也就是很喜欢他。我喜欢他的点，就是因为他比较细腻的关心你，是不是？对，那我很好奇，除了关心之外，他还能给予你什么？就是我爸给不了我的父爱，他感觉他就能给我。你爸会给你钱，他会给你钱吗？我爸没有给过我钱。还挺好满足的啊。我们往下说，就是那你俩就单纯的就是心理的需求或者说爱情，还有那方面的东西吗？有那方面的生活吗？有啊，就是误诊了，其实他那方面还可以。对，但是他后来死了。哦。他22年那时候疫情还没放开的时候吧，然后他女儿就发了朋友圈，然后就突然说去世了，然后我也是刷朋友圈我才看到的。所以他是因为疫情没挺过去？不是，就是因为误诊。啊，就是因为他那个肠子有问题，但是疫情期间又住不了院，是不是？不知道，反正最后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结肠有点问题，但是他一般说结肠有问题，我应该猜得出来，8、9不离10，应该就是结肠癌或者是直肠癌。这种直肠癌和结肠癌的这个发病原因是什么呀？饮食、遗传，或者是拉肚子。都有吧。在一起多久？在一起3年多。会让你很难忘吧？哦。对，因为他要是分手是没有这么遗憾的，因为疫情期间你肯定是见不到他的。对，因为当时我们也封校，我们也出不去，我也回不了家。所以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他这3年给你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些记忆，对不对？对，比我之前遇到的要好很多。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年龄这个东西，会不会喜欢大叔也会碰到一个年龄，就是可能比较高危的一个年纪啊？这个比例会不会也挺重的？你就像有的人他喜欢比自己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小哥哥，那小哥哥可能都在那个结婚呐、要孩子的一个情况。那你们喜欢大叔的会不会也会碰到，就是说，哎，大叔可能因为他是大叔，所以他身体不是特别好。对。你有抓到这个所谓的规律之类的吗？就是其实大叔还有一定的风险性。那我就换一句话说，就是说你现在大叔多大年纪啊？刚谈的这个啊，44。44那还好啊，就是但是你说，他也是已婚，而且他有2个孩子。这不是问题啊！你们喜欢大叔应该就是这种应该是标配的这种条件。你有遇到过大叔不结婚的吗？少是吧？就谈过3个，就这3个都结婚了。因为你看看你喜欢的大叔，大概就是在50岁左右，50岁左右，你想想你往前推嘛，那就是70几年的人，其实他的生长环境就是你必须得结婚的，很少有不结婚的70后的。
对啊，但是你还记得，就是4年之前，你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然后问我那个衣服的尺码，然后装作是我前任，是吧？啊？什么？就是你当时不是卖那个衣服吗？然后你装作某一个前任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当时在宿舍，然后就是怎么了？就是，哎，我想说什么？好的，插播一条信息。就是哦，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是那个推上面的，就是在青岛，然后有一个网黄约我出去，然后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他94年的，然后他也是淄博人，然后他约我出去，然后也发生了一些事儿，然后对我也挺好的，但是吧，后来我知道他有对象，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呢？然后他说他喜欢玩那个叫什么，牛农，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很崩溃，我就不太想联系他了。然后后来我就想谈这种就是比较同龄的，就是能看得上的，然后又看学校附近有一个，就现在抖音上就能搜到他的，刚才是说什么还是打嗝？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是自从谈了几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之后，我就不太相信这种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这种，就感觉不太靠谱，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大叔靠谱。对。现在跟这个大叔在一起有没有有一些小问题要跟我们分享？对，就是现在这个大叔吧，他44岁，对，44岁，他想跟我那个，然后我是学护士的嘛，然后我让他去查个血，他不去，我说你买个试纸也行，他说他也不买，然后我说你买个那个套也行，他说他也不去，然后他就非要硬来，我说不行。然后吧，他说他那天吧，又突然问我，说他女儿要交学费，然后他要还车贷，说问我有没有钱，然后然后呢？然后问我借2000块钱，我说我下个月才发工资呢，其实我有，但是我不确定就是我给不给他。但是吧，后来他又说他一个人要养他们家一家5口，我就觉得他挺辛苦的。然后呢？哎，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你想给是不是？对呀。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我觉得，其实你看咱俩，如果说按照这么算的话，咱俩其实认识5年了，对不对？
5年，你一直在看我直播，你也知道。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最近也手头也出了点问题，我要养小大夫，就我需要这500块钱，我就想吃点好的，对不对？这也可以，这也可以啊。就是我不阻止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爱心这个东西，你不要扼杀人的爱心啊。但是我想请各位就是看看我，对不对？啊，行，开玩笑啊，就是跟你聊天很开心，然后想花就花，真的，我就觉得人生不要怕错啊，就是花就花啊，你做这个事儿肯定是你觉得值得的啊，别人说的不算，你觉得就觉得，好不好？你就做自己开心的事儿，因为你不帮他，其实你心里会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帮了他，大不了就是损失点东西，但是你尽力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加油啊！然后他们就聊到这儿啊，早点休息啊，学医的辛苦啊，就这样，拜拜。好的，拜拜拜拜。深圳哪儿？我酒吧关了，酒吧关了。来，还有谁想跟我连线？不连线我就先吃饭。啊，不连线我就先吃饭了。还有没有想连线的？来，给你们最后这个1分钟的时间啊。来，老婆。没人联系吗？图图发不了私信，怎么可能发不了私信？是不是因为你发3条以上就对？发3条以上可能就发不了了。怎么就点一份菜啊？饭了？这一看就不好吃。这人呢，周围评价最高的嘞。咱们已经吃点3份啊！你饿了，宝宝？不，我怕你饿。我没有那么饿。是3份，而且点这么大一份，这多少钱一份啊？这得150啊？没有100。100也挺贵的呀，咱们啥家庭啊？你今晚挣了多少钱？我们今天总共吃饭花了150，没有140。你觉得少吗？你觉得少吗？就是你花不到那个300块钱，你觉得就是太少了是吗？不啊，平时吃饭的时候要花到400块钱。这辣椒你又不能吃。大叔好抠啊！我饿了。辣椒看着不错。不好吃我就掀桌子。好吃没？100满。还可以了。还行，没有奇怪的味道。这辣椒一看就好吃。哎，这好像我们东北的那个辣椒酱，好吃。丸子。看他瘦的，他要再胖一点，我就跟他分手了。我接受不了太胖的。你想买衣服啊？你想买什么衣服啊？你身高体重你说一下，5星缺钱。衣橱上面有好多衣服可以。对啊，我现在有好多衣服可以卖的。
你身高体重说一下，因为我们的那个尺码不全。你要是身高体重，我这儿有合适的尺码，我就推荐给你。33，没问年纪。你卖衣服你还给人说年纪啊你？不是给你的，是我放这里啊。175，134，给你吗？给你。有，这个有。媳妇儿你别吃了，你把那个绿的穿上。我不要。绝对适合他，你看点。这个尺码是他的，我穿有点小，快点。134斤，134斤不是134公斤，是不是？不喜欢白色，不是白色，绿色。快点，别吃了。吃个饭。今天拿过来。咱卖100块钱。你拿过来。就这个少。这件衣服没穿过啊，但是打开了，包装打开了，你看一下，上一边换去。用镜头转一下。免费进山啊，可以啊，你私信我那个大哥，你私信我。免费进山。就是那个什么火爆那个。对对姐。你好好的。我好好的。站起来。过高。这吗？你别抻它，你抻它干嘛？你就正常的捶。我没抻，我的胸大。垃圾不到。你本来就是你。对，就这样，小大夫穿是这样的。胸。他这个。我胸粉。绿色是不是？他这个是我之前的那个，我跟那个浩浩的那个不是，这是我第一个品牌，叫屠夫。对，是这样的。你这不是新做的品牌吗？不是，这是我之前就做好的。喜欢吗？喜欢那个99拿走，有我和小大夫身上的汗液，不介意就行。原味。穿上我们的衣服会那个幸福，然后会找到对象的。对，菜刀啊，99拿去啊，好，脱下来吧，你给大哥打包等会儿。开一下风扇。你有对象，你不介意多一个吧？吃个饭还得卖货。你介意？你格局太小了。我告诉你，你对象说不定在外边也有对象，咱们就是别委屈自己。背着嘛，对不对？方便吃瓜吗？有问题，你等我吃完的好吧？我吃点饭然后再吃瓜。花了好多钱，但确实好吃哦。蘸这个辣椒酱好吃。这家我看到那个店铺的评价只有巨高是吧？只有70个差评，然后3、4千个好评。哎呦，这很高。这个蛮好吃，每个菜都好吃。我老说真棒。吃喝玩乐你最在行。那我就只需要学会花钱，也学会赚钱。花钱也是一门技术。叔侄恋，有人说咱俩是叔侄恋。还有200多人在看。明天你们不用上班。点了这个评估。你吃你的。再往下面翻一翻。你俩差几岁？我俩差9岁。他34，我24，我20岁。
不是我25。王小栓是谁啊？叶文涛才差9岁，是的，我俩差9岁。好吃好吃。啊，人有点多，咱俩还能吃一顿。明天再去上吧。我太热量薯条，热量挺高的。不是热量薯条，还有鸡翅，还有鸡块，测量血压。还有鸡块。啥鸡块？上次那个买的那个空气炸锅的鸡块。是啊，小戴我跟你同龄，是啊。他也是00后，他是00年。你已经很多年没对象了。有对象没对象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他说他给你转钱了，明天给他发货，地址要发过来啊。对，要给我发地址。地址、电话什么的。转我了。怎么能转呢？他转哪儿去了？你转哪去了？你有我微信吗？你之前给我转过买过东西是吗？他应该是有我支付宝。刚刚你支付宝动了，有你微信。哦，有微信。有微信。我最近删除了好多那个粉丝，漏网之鱼。教育你啊，男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就是就是那个劲儿。过来。特别是一呀，多多少少有那个劲儿。我也有，是不是？有的时候我看他太开心，他没什么错，我都要数了他2句。买了鞋子呢，那很早了。鞋子比你还久啊？不知道。其实你也是鞋的那个时候认识我的，但是你不记得了。有差。这么多肉居然没花到150。感觉都没菜。我有用红刀。哦。它在下面。你们在罗湖是？我在罗湖。哎呀，对呀。怎么吃的这个这么不舒服？哦，你压着的，压到胃了。就是有的人讨厌爹味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所难免。坐好，坐。一个人没有爹味儿，你们又说，他好像不是鸡。有爹味儿你们也嫌弃，没爹味儿你们也嫌弃。对，我是黑龙江人。控制欲强啊，我控制欲很强的，强不强？分情况。比如说哪儿不强？哪不强？不是不强，是分情况。我是变态的强吗？没有。我那方面很强，是不是？
希望你分手的时候别开直播骂我就行了。其实百里都是逼我这么说的，我是他的极限木偶。你知道有的作灵，你像我刚才说这种话，他都会生气的。为什么？我模仿作灵。如果说瞎说什么呢？咱俩不会分手，你是不是一直想跟我分手啊？这种话能随便说出口的吗？你自己吃吧，就这种。你知道有的灵就这样。哎，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谁，像昨晚那个谁。不像，他应该不会。总感觉会。带雨伞吗？不带。我是会检查，我们会，但不是你好久没检查了。你就2个人，你们就固定就是2个人，你就不用带。那也要检查呀。妈，我天天跟你住在一起。怕你奶奶又吃宵夜。我是无所谓的，我肯定不会。我才不会。你知道，在医院上班的会很忌讳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忌讳，就会很注重这种东西，因为你体检，因为医院它有单位体检嘛，单位体检呢会有一个汇总，就是医院的人他是要有侥幸心理，是对，他会看到你的报告，直接看到你的那个。我就说你不要相信我，毕竟我这人。我说实在的，哪怕就是年纪到了，明天就咱们现在就约号，咱们现在就挂个号。我管你，其实啊，咱们现在就我们现在就去挂急诊。我现在去，我就给你抽血，我给你验。你没发现每次咱俩吵架，楼下的人乌泱乌泱的？楼下的人乌泱乌泱的。都圆润了好多，那还是没有人还说他瘦了呢，我就觉得他胖了呀。哪有？你是有一点点圆了。那是因为发型的原因。不是。是。你是隔一段时间就是瘦了，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嫌弃他胖，然后我就会让他减肥，然后一段时间不要求他，他就又胖回来了。嗯。你坐好，你口水都掉了。伟文拉你一起打伟文，黄伟文？哪有黄伟文？是不是？谁呀？他说的好像是一个广州的，是不是？坐好。广州做那个手表的。坐。你俩在一起多久？我俩在一起500-600天了吧？能有600天？你是唱歌那个？我是那个。你们是买的房子吗？是买的房子，买的。我都30多岁了，我能没有房子吗？我30多岁，我没有房子，会很难熬，我觉得。会有新剧吗？看情况吧。不来帅店里坐坐，帅店是哪？米帅店啊。
米帅店。我其实是有一点点怕 gay 的场合。米帅店是什么？就是那个奶茶，就有个叫米帅的，然后他开了一个奶茶。米帅不认识。他之前在那个摆摊儿，然后做那个什么手打柠檬茶，后来开了个店，然后他那个店就好多 gay， 我其实挺恐慌的，我不知道该聊什么。深圳东门全是熊，吓死了，那是我的店。我店关了，没有压力了，现在没有压力了，就店关了。这压力来源于就是开店其实是消耗自己东西太多了，跟钱没关系。就本身你就是想尝试一个东西，然后结果这个东西它从你想尝试的东西变成了你的主业，你就会让你很吃力，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关了。怎么认识的？他是我店里的顾客，蹭酒大王。对，他蹭酒，一来二去我就认识他了。这是个啥呀？咱俩在这抢。我吃的是鱿鱼。这是啥呀？鸡腿骨。是不是？不是。那这个是。起码不亏。是亏的，就是疫情之下，我觉得实体店很难不亏。对，都是亏的。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养精蓄锐嘛。然后天天养着它，续着我自己的会员，养精蓄锐。那个小米会员都续不起了，小米会员之前我都没觉得贵，248一年，真的很贵。像闲鱼开啊，100多块钱，少一半呢。我跟你们说，我的会员全部都是在闲鱼上面找别人帮我开的。用半价的价格开1年的会员。会做电商吗？可能会，我们可能以后会做带货，但我们会做家装类的带货。我们弄了一个别墅，然后会把装修的日常发出来，然后也会找那个家居的那个厂商进行合作吧。我觉得后期慢慢做起来就会，现在都搜不到耿乐了，那是因为你搜不到了。我天天能刷到他，我能刷到。怎么还有这么多啊？很有方向，就是我觉得我还就是怎么都能活下去，但带着个拖油瓶就不好说。百里是91年的，我是91年的。我不吃了，我觉得有点吃撑了，半夜睡不好。宝宝们3点了，大家休息吧，好吧？他一生养活自己不成问题吧？他辞职了，咱们休息吧。我以为主播50多了。咱们休息吧，啊，明天咱们继续故事，然后继续连线。
怕吃撑了。明天我们要出去办事。对，明天要办事儿，好不好？咱们就先下了啊，早点休息啊，晚安晚安。我手机也快没电了，等会儿又关了。